2008年6月，海城市证券交易中心，空气中弥漫着廉价香烟味、汗臭味和绝望的气息。头顶那块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上，惨绿色的数字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每一次跳动都伴随着大厅里此起彼伏的哀嚎声。完了，全完了。 这哪里是股市，这是屠宰场啊！一个穿着花衬衫的中年男人瘫坐在地上，双眼无神地盯着屏幕，手里紧紧攥着一张已经被汗水浸透的交易单。而在他身边，无数股民面如死灰，有人在那打电话哭诉，有人在怒砸手里的矿泉水瓶。这是2008年 A 股历史上最惨烈的大熊市，指数从6124点一路狂泻，腰斩再腰斩，无数家庭的财富在一夜之间蒸发殆尽。在这一片混乱与绝望的修罗场中，一个穿着洗得发白校服 T 恤的少年正安静地站在大厅的角落里。他叫林凡。5分钟前，他还在2024年的公司总部加班，为了重构 AI 大模型的底层架构，连续熬了3个通宵。心脏那一瞬间剧烈的抽搐感让他失去了意识。 再睁眼就是这里。林凡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变得年轻、纤细却充满活力的手，又看了看大厅玻璃门倒影中那个略显青涩、刘海遮住眉眼的18岁少年。回来了。 林凡喃喃自语，声音沙哑，带着一丝难以置信的颤抖。他下意识地摸向口袋，指尖触碰到了一块冰凉光滑的金属物体。那不是2008年应该存在的诺基亚砖头机，也不是摩托罗拉翻盖手机，那是一台来自于2024年的原型工程机，全钛合金机身，没有任何 logo， 屏幕漆黑如墨。这是他在2024年随身携带的测试机，里面装载着他亲手调试的本地化部署大模型 AI 离线版。林凡的心跳瞬间加速，重生了，还带着未来的挂他避开人群的视线，躲到一根巨大的水泥柱后，颤抖着拇指按下了开机键。没有漫长的开机动画，屏幕瞬间亮起，细腻的 OLED 光芒在昏暗的大厅里显得格外刺眼，因为界面极其简洁。 只有一个蓝色的气泡图标悬浮在中央。林凡深吸一口气，点开了那个图标，屏幕上跳出一行字：系统自检完成，当前网络无2G 网络，暂不支持连接，本地数据库完整，离线算力模组正常。你好，林凡 ，AI 随时为您服务。真的还在？林凡感觉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这台手机里存储了截止2024年的所有互联网数据、K 线图、彩票结果、技术文档，甚至每一场世界杯的比分。在这个智能手机还没诞生、3G 网络刚刚试商用、算力极其昂贵的2008年，这台手机就是一枚核武器。AI 林凡在输入框里飞快地打字，检索2008年6月12日 A 股市场走势。虽然是离线版，但本地数据库庞大到惊人，几乎是毫秒级的反应速度。屏幕上瞬间生成了一张复杂的 K 线趋势图。检索结果：2008年6月12日，上证指数暴跌，千股跌停。但下午14点45分，海虹控股将因重组利好消息泄露，主力资金暴力拉升，从跌停板直线拉至涨停板，单日振幅20。林凡死死盯着屏幕上的这行字：地天板单日20的利润，而且就在今天，就在40分钟后，他猛地抬头看向大厅中央的电子屏。现在的时刻是下午14:05。海虹控股。林凡在滚动的绿海中寻找着这只股票的名字，找到了。现在的跌幅是9.8，死死地封在跌停板上，卖单堆积如山，根本没人敢接盘。林凡摸了摸裤兜，兜里只有皱巴巴的一张50块钱和一张身份证，这是他高考结束后的全部身家。本来打算去网吧包夜的，50块钱就算翻一倍也就100块，根本不够启动资金，必须搞到本金。林凡的目光如鹰隼般在大厅里扫视，最终锁定在了那个瘫坐在地上、穿着花衬衫的中年男人身上。他记得这个人，前世的新闻里报道过，海城市有个叫赵大户的炒股大户，在08年股灾中把房子车子全赔光了，最后在交易所门口喝了农药，如果不干预，这个人今天就会破产。林凡整理了一下衣领，将那种少年的青涩收敛起来，换上了一副前世作为顶级架构师的冷峻面孔。他快步走向那个花衬衫男人。想回本吗？清冷的声音在嘈杂的哭喊声中显得格格不入。花衬衫男人赵刚呆滞地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乳臭未干的学生娃，眼中闪过一丝暴躁。滚蛋，老子正烦着呢！海虹控股。林凡没有退缩，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嘴里吐出这4个字：你手里全是这支票，满仓被套，亏了80万。对不对？赵刚愣住了，他的持仓只有天知地知，这小子怎么知道的？其实林凡不知道，但他让 AI 扫描了赵刚手里攥着的那张皱巴巴的交割单，虽然只露出一角，但 AI 的图像复原技术瞬间补全了信息。你怎么知道？赵刚从地上爬起来，惊疑不定地看着林凡。这不重要。林凡指了指大屏幕，还有40分钟收盘，这支票现在封死跌停，如果不想明天继续跌停，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听我的。听你的？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懂什么股票？赵刚虽然惊讶，但还是不信。林凡冷笑一声，那是属于上位者的自信。我懂不懂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内幕消息。在这个年代，内幕消息4个字对股民有着致命的杀伤力。林凡压低声音凑到赵刚耳边，语气笃定得让人害怕。我有确切消息，2点45分，有游资要翘板。你现在手里还剩多少流动资金？赵刚被林凡的气场镇住了，这小子的眼神太深邃，根本不像个高中生，反倒像个在资本市场杀伐果断的大佬。还剩5万块，那是给我女儿交学费的钱，不敢动了。赵刚哆哆嗦嗦地说：5万。够了。林凡看了一眼时间，14点10分，把这5万块全部挂跌停价买入海虹控股，立刻马上。林凡命令道：你疯了，还在跌停板上压着几万手卖单呢，买进去就是送死！赵刚尖叫道：那是假单，是主力在吸筹。林凡面不改色的撒谎，其实这是 AI 基于历史数据给出的分析结论。2点45分一到，这几万手卖单会瞬间撤掉。你现在不买，一会儿想买都排不上队。看着赵刚还在犹豫，林凡下了一剂猛药。你那80万已经亏了50万了，再亏这5万又如何？但如果我赢了，今天收盘前你能回血20，明天高开再卖，你的本金能回来1半，
赌不赌？赵刚看着大屏幕上那惨绿的数字，额头上的冷汗大颗大颗滴落，那是绝境赌徒最后的挣扎。妈的，死就死吧！赵刚咬着牙冲向了交易柜台，林凡站在原地，双手插兜，手指轻轻摩挲着口袋里的手机。哎，在屏幕上弹出一条消息：用户心理分析，目标人物信任度已达85%，建议关注倒计时，距离爆发点还有34分钟。林凡嘴角微微上扬，这一世的第一桶金不是钱，而是信徒。时间1分1秒过去，整个交易大厅的人都在盯着不断下跌的指数咒骂，只有林凡和赵刚死死盯着海虹控股。14点40分，依然死死封在跌停板。赵刚的脸已经白了，手抖得像筛糠。小兄弟，你是不是坑我？这根本不动啊！闭嘴，看着。林凡看都没看他一眼，目光如炬。14点44分，大屏幕上海虹控股的卖单突然出现了一丝诡异的停顿。14点45分00秒，林凡心中默数3、2、1，起爆。下一秒，奇迹发生了，原本压在跌停板上如大山般的几万手卖单，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瞬间抹去。紧接着，红色的买单如同火山喷发一般涌出。98503，那条绿色的曲线在几秒钟内笔直的拉起，像一条腾飞的巨龙，瞬间冲破了所有均线。卧槽，动了，海虹控股诈尸了！天哪，这是什么拉升速度？整个大厅瞬间沸腾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这只妖股吸引。赵刚张大了嘴巴，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他看着自己的账户，原本亏损的数字正在疯狂跳动，那5万块买进去的筹码瞬间就已经浮盈了。10、正5、正8、正10，短短3分钟从跌停到涨停，地天板封住了，涨停封死了。有人尖叫道，大厅里一片哗然，无数人拍断了大腿，后悔刚才没有抄底。而在沸腾的人群中，赵刚浑身瘫软，靠在柜台上，大口的喘着粗气，脸上却是狂喜后的虚脱。他猛地转过头，寻找那个神秘的少年。林凡依旧站在柱子后面，神色淡然，仿佛刚刚发生的惊天逆转，在他眼里不过是喝水吃饭一样平常。赵刚冲过去，甚至想跪下。神童，不，股神大师，您怎么称呼？林凡看着他，淡淡道：“叫我林凡就行。”赵老板赚了多少？刚投进去的5万赚了1万，加上之前的持仓，今天这一把回血了10几万。赵刚激动的语无伦次。大师，明天还卖吗？明天开盘冲高5个点，全部清仓，一股别留。林凡平静地说道：“好，全听您的。”赵刚现在对林凡的话奉若神明，他突然反应过来，赶紧从包里掏出一叠现金，那是他刚取出来还没来得及存进去的几千块。大师，这是给您的茶水费，您别嫌少。林凡没有客气，伸手接过了那2000块钱，这是他应得的咨询费，也是他在2008年的启动资金。谢了，留个电话吧。过几天我可能还需要你的账户帮我操作一点东西。没问题，只要大师您开口，我赵刚这条命都是您的。赵刚点头哈腰的递上名片，林凡接过名片看了一眼，德发建材贸易公司总经理赵刚，原来是做建材的。林凡心中一动，沈右楚家里的工厂似乎也是因为建材供应链断裂才出事的，这不起走对了。林凡转身向大厅外走去，阳光刺破云层，照在他年轻的脸庞上。有了这2000块，接下来就要办正事了。他需要在沈右楚父亲出事之前，利用这笔钱把本金滚到足够大。而在这个满地黄金的2008年，除了股市，还有一个地方能让他这种技术狂人一夜暴富。林凡掏出手机对 AI 说道：“AI， 帮我检索一下，2008年这个时间点有没有什么重大技术漏洞或者悬赏？”检索中，结果今晚8点，知名杀毒软件公司金山毒霸将遭遇大规模服务器攻击，同时熊猫烧香变种病毒正在暗网肆虐。某黑客论坛悬赏5万人民币求破解补丁。林凡的脚步停下了，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5万块，这羊毛薅得有点少，不过作为见面礼够了。他朝着附近的网吧走去。2008年的夏天，空气里总是弥漫着一股躁动的热浪。林凡走出证券大厅时，背后的衬衫已经被汗水浸透，他手里攥着那2000块钱，像是攥着一把通往新世界的钥匙。但他知道，这点钱在那个即将到来的庞大商业帝国面前，连粒尘埃都算不上。他需要更多。他拦了一辆红色的夏利出租车，直奔海城著名的堕落一条街学府路，那里有全海城最大的网吧黑鹰网络会所。推开网吧厚重的玻璃门，一股混合着红烧牛肉面、廉价烟草、汗臭味和脚臭味的复杂气息扑面而来。这是属于2008年最独特的工业味道。昏暗的空间里，几百台大屁股 CRT 显示器闪烁着幽光，噼里啪啦的键盘敲击声和叫骂声汇成了一首狂乱的交响曲。老板，开台机子，欧耶！林凡走到吧台，拍出一张20元纸币。吧台小妹染着当年最流行的酒红色爆炸头，眼皮都没抬，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盯着电脑屏幕上的劲舞团，手指飞快地敲击着空格键。满员了，只有大厅角落那一排坏了2台的，你要不要？要。林凡拿了零食卡，熟练地穿过烟雾缭绕的过道，屏幕上大多是魔兽世界的艾泽拉斯大陆，或者是反恐精英的 DUS 2地图，偶尔能看到几个看着火影忍者更新的。林凡在角落最里面找到了那台机器，键盘里的烟灰积了厚一层，鼠标左键还有点失灵，他并不在意，从兜里掏出湿巾擦了擦，然后坐下。哎，凡哥，旁边突然伸过来一个油腻腻的大脑袋，嘴里还叼着半根火腿肠。林凡转头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让他鼻酸的胖脸，周大胖，他高中3年的死党，上辈子在他最落魄的时候，是这个胖子卖了自己的车借钱给他周转。此时的周大胖还只有18岁，满脸胶原蛋白和肥肉，正戴着耳机在《梦幻西游》里跑商。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好这几天在家补觉，不去估分吗？周大胖把耳机挂在脖子上，一脸诧异。来干点正事。林凡笑了笑，没有多解释前世的记忆涌上来，但他迅速压了下去。现在的每一秒都值千金。他开机，熟练地打开 IE 浏览器，输入了一个极客圈才懂的暗网论坛网址。2008年是互联网病毒最肆虐的年份之一，熊猫烧香的余威未消，各种变种木马层出不穷。而今晚，一场针对金山瑞星等杀毒软件后台的攻击正在悄然酝酿。林凡从口袋里掏出那台来自于2024年的手机，用数据线连接到了网吧这台破旧的电脑上。AI 开启透明传输模式，
接管这台电脑的底层权限。林凡在心里默念，手机屏幕微微一亮，只有他能看到的界面上跳出一行字：已接管主机权限，正在扫描网络环境，警告，检测到该局域网内存在高危蠕虫病毒暴风1号的潜伏代码，预计15分钟后全面爆发。林凡眼神一凝，暴风1号，他记得这个病毒前世2008年6月，这个病毒曾让全国1/3的网吧瘫痪，因为它专门攻击网吧管理系统的漏洞，不仅锁死机器，还会疯狂弹出涉黄广告，让网吧老板损失惨重。本来想做个杀毒补丁去领赏，没想到直接撞进毒窝了。林凡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就在这时，整个网吧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卧槽，怎么死机了？我刚爆的屠龙刀啊！别卡啊！网管，死机了，全是蓝屏。林凡抬头看去，只见大厅里原本正常的几百台显示器，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台接一台地陷入蓝屏。紧接着弹出一个个骷髅头的对话框，上面写着嘲讽的红字：想解锁吗？联系 QQXXXX。每台机器50元。咒骂声瞬间炸锅，有人愤怒的摔鼠标，有人急得满头大汗。网吧老板秃头里从里屋冲了出来，满头大汗的吼道：别急，我在重启服务器。但他显然低估了这个病毒的威力，重启根本没用，甚至连网吧的计费主机都被锁死。秃头里急得脸都绿了，这可是周末黄金时间，满座300人，这一瘫痪，光退费就得好几天，更别说后续生意了。秃头里绝望地喊道：谁能修好？老子免他1年网费！甚至开始给维护公司的技术员打电话，但对方表示最快也要2小时才能到。角落里，林凡淡定地看着这一切，他的屏幕也蓝了，但核心权限已经被 AI 包接管，那个蓝屏只是个假象。 AI 分析病毒源码，生成专杀脚本，要最快最暴力的那种。 直接利用系统底层漏洞反向击穿。指令确认正在解析，解析完成，耗时003秒，正在生成 C++ 代码。林凡的手机屏幕上密密麻麻的代码如瀑布般流下，那是领先这个时代至少10年的算法逻辑，没有任何冗余，精简的像一件艺术品。林凡双手放在了那个油腻腻的键盘上，那一刻他身上的气质变了，不再是那个逃课上网的高中生，而是那个曾站在纳斯达克敲钟的顶级技术官。啪，回车键敲下，屏幕上的蓝屏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黑色的 CMD 命令窗口。林凡的手指开始在键盘上飞舞，不是乱敲，而是有着惊人的韵律。这台破旧电脑的机械键盘发出清脆而密集的爆响。 速度快到让旁边的周大胖看傻了眼。凡哥，你会写代码？周大胖嘴里的火腿肠掉在了裤子上。林凡没理他，双眼死死盯着屏幕。Void Killstone Inject 0x4000，一行行复杂的指令被录入。林凡是在把 AI 包生成的代码搬运到这个时代。5分钟后，林凡敲下了最后一个分号，随后重重按下了回车。去吧，猎杀时刻。屏幕上一个绿色的进度条瞬间弹满，本地查杀完成。正在通过局域网广播补丁。下一秒，奇迹发生了。原本还在疯狂闪烁蓝屏的邻座电脑突然黑了一下，然后自动重启，进入了 Windows XP 经典的蓝天白云桌面。紧接着是第3台、第4台，整个网吧仿佛被一阵无形的风吹过。 那些狰狞的骷髅头一个个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熟悉的开机音乐。卧槽，好了，我的电脑好了，我的也好了，装备还在，老板牛逼啊，修得真快！还在吧台急得撞墙的秃头里愣住了，他看着自己还没拨通的电话，又看了看恢复正常的计费系统，一脸懵逼。我还没修啊，网管，这谁修的？秃头里抓住那个爆炸头小妹问，小妹也傻了，指着大厅角落，好像是从那边传过来的信号。秃头里顺着手指看去，只看到一个穿着白 T 恤的少年背影，正淡定地关掉 CMD 窗口，打开了金山毒霸的官方论坛。秃头里是个识货的，他虽然技术不精，但开了10年网吧，知道这种通过一台客户机直接反向治愈整个局域网的技术意味着什么。大神，绝对是影视大神。他快步冲到林凡身后，此时林凡正在把刚才写的代码打包上传到一个名为安全课的黑客悬赏板块。帖子标题简单粗暴：暴风1号专杀工具，集源码逻辑分析，附赠服务器防火墙漏洞补丁，悬赏金额5万人民币。秃头里不敢打扰，站在后面屏住呼吸，看着周大胖已经彻底石化了。他看着林凡的眼神像是在看外星人。哥，你啥时候背着我进修了黑客帝国？林凡没说话，他在等。论坛那边管理员的反应速度很快，系统提示：您的帖子已被管理员 KN 置顶，正在验证代码有效性。北京金山软件反病毒中心灯火通明的办公区内，数十名工程师正对着这波突如其来的病毒焦头烂额。老大论坛上有人发了专杀工具，一个年轻的实习生突然喊道：“这种时候别看什么论坛了，多半是骗点击的，或者是病毒变种。”技术总监头都没抬，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不是，老大，您来看看这段代码，太漂亮了。实习生的声音在发抖。技术总监皱眉，划着椅子过去，只看了一眼，他的瞳孔就剧烈收缩。屏幕上的代码结构精妙绝伦，利用了一个 Windows 系统从未被披露的底层机制，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切断了病毒的传播链，而且占用的内存极小，运行效率高得吓人。总监倒吸一口凉气，这是谁写的？国内那几个顶级红客出手了，快下载编译，全网推送。3分钟后，林凡的电脑屏幕上弹出一个私信窗口，发件人金山安全中心 KN 认证账号，朋友，代码完美。感谢你的出手，帮我们争取了时间。5万悬赏已经打入你的指定账户。另外，有没有兴趣来北京聊聊？年薪你随便开。林凡笑了笑，回复了2个字：还在读书，没空。然后关掉了对话框。手机震动了一下，银行到账提醒：您的账户于22点15分收到转账人民币5万元，5万到手，加上股市的2000，启动资金有了。林凡站起身，拔掉手机数据线。老板，林凡转过身，看着身后早已目瞪口呆的秃头里，我这机子的网费能免吗？秃头里猛地回过神，脸上堆满了近乎谄媚的笑。免，必须免！以后您来上网，全程免费，饮料随便喝。那个大神，刚才那个病毒，秃头里激动的搓手，那是系统漏洞，我已经顺手帮你把服务器的补丁打上了。以后这种低级病毒进不来。林凡淡淡的说道，语气里透着一股不符合年龄的从容。太感谢了，太感谢了！这要是让他们折腾一晚上，我得亏好几万啊！那个大神，这1000块钱网费充值卡您收着。林凡没有接卡，而是摆了摆手。卡就算了。以后我兄弟周大胖来上网，你给他留台好点的机子就行。旁边的周大胖感动的眼泪都要下来了，一把抱住林凡的大腿。凡哥，
以后你就是我亲哥，我要给你当腿部挂件。林凡嫌弃地把胖子推开，看了看时间，晚上10点半。这一夜他在网吧里掀起的风浪，将在明天的互联网圈子里引发一场地震。那个 ID 叫 L 的神秘人将成为各大安全公司寻找的焦点。但林凡不在乎这些虚名，他走出网吧，夜风吹散了身上的烟味。 AI 检索一下沈右楚现在的定位。林凡在心里问道。基于历史数据推演与通信基站模糊定位，目标人物沈右楚当前位于海城市中心医院急诊部。关联事件：其父沈国强因突发心梗入院，同时伴随债务纠纷。林凡的瞳孔猛地收缩。前世就是在这个晚上，沈右楚的父亲心梗住院，而那群高利贷的人追到了医院，在急诊室门口大闹一场。沈右楚为了筹钱给父亲做手术，被迫签下了一份屈辱的合同，甚至不得不去求那个后来毁了他一生的富二代。那是沈右楚人生的转折点，也是林凡前世最大的梦魇。这次我不允许！林凡拦下一辆车，关上车门的声音像是一声宣战的号角。师傅，去市中心医院，开快点，我给你加钱。车轮碾过路面的积水，溅起一片泥泞。林凡握紧了口袋里的手机，那里面的5万块钱不仅是钱，是他的武器，也是他向命运挥出的第一刀。海城的夜雨说下就下，6月的天气像娃娃的脸。出租车停在市中心医院门口时，暴雨如注，雨刮器疯狂的摆动，却怎么也刮不进那层模糊视线的水幕。红色的十字灯牌在雨夜中闪烁，像一只猩红的眼睛，透着生离死别的冷漠。林凡付了钱，没有打伞，直接冲进了雨里。冰冷的雨水打在脸上，让他那颗因为重生而躁动的心稍微冷却了一些，变得更加锋利。急诊大厅里人满为患，消毒水的味道刺鼻，混合着潮湿的霉味。林凡不需要问路，前世的记忆像刻刀一样刻在脑子里。急诊留观区302床，他放慢了脚步，穿过嘈杂的人群，每走一步，心脏就沉重1分。前世他来晚了，赶到的时候，只看到沈右楚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走廊长椅上，手里攥着那张带血的欠条，眼神空洞的像是个破碎的瓷娃娃。转过走廊的拐角，那一幕重现了，但又不一样。急诊室门口围着5、6个穿着黑色背心、纹着花臂的男人，为首的一个留着光头，脖子上挂着一根粗大的金链子，正一脸凶相的指着面前的女孩吼叫：“没钱，没钱治什么病？老东西嘎了，正好把厂子抵给我们，赶紧签字，签了字手术费我们帮你垫，不然今天谁也别想进去。”被围在中间的女孩正是沈右楚，她穿着宽大的蓝白校服，原本整齐的高马尾有些凌乱，几缕湿发贴在惨白的脸颊上。她死死咬着嘴唇，单薄的身体在那些彪形大汉面前显得摇摇欲坠，但她没有退后半步，张开双臂，死死挡在病房门口。这是医院，你们不能这样，我已经报警了。她的声音在颤抖，但透着一股绝望的倔强。报警，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警察来了也得讲理。光头男狞笑着，伸手就要去推搡沈右楚。滚开！进去把老东西的阳气拔了，看他欠不欠。周围的医生护士想上来劝阻，却被另外几个混混凶狠的眼神逼退。病人家属们更是躲得远远的，生怕惹火上身。沈右楚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此时此刻，他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坍塌，那种无助感像潮水一样要将他淹没。就在光头男那只粗糙的大手即将碰到沈右楚肩膀的一瞬间，一只修长有力的大手突然从侧面伸出，精准地扣住了光头男的手腕。在医院闹事不太体面吧？清冷的声音穿透了嘈杂的雨声和叫骂声，清晰地响在每个人耳边。沈右楚猛地睁开眼，站在他身前的是一个浑身湿透的少年，雨水顺着他棱角分明的侧脸滑落，黑色的碎发遮住了眉眼，却遮不住那一瞬间爆发出的凛冽寒意。林凡，沈右楚愣住了，他是认识林凡的，虽然不同班，但林凡是年级里有名的高冷学霸，其实是闷骚，而且两家住得不远。但他从未想过，在这个所有人都避之不及的时刻，站出来的竟然是他。光头男愣了一下，随即勃然大怒，用力想甩开林凡的手，却发现这个看似瘦弱的高中生手劲大的惊人，像把铁钳一样纹丝不动。哪来的小兔崽子，想学人家英雄救美，找死是吧？光头男另一只手握拳就要砸过来，林凡没有躲，甚至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他在脑海里冷静地唤醒了 AI 面部识别，检索这个人的档案，重点找他的弱点、犯罪记录和最近的资金流向。正在比对目标人物王强，绰号光头强，海城本地放贷团伙小头目。弱点分析：一、此人嗜赌，3天前在地下赌场输掉公款20万，目前正在挪用收回的死账填坑。2、他背着老大龙哥私吞了上个月的一笔利息。只需1秒，信息差建立。林凡松开了手，顺势轻轻一推，却借力打力，让光头男踉跄了2步。我不想打架。林凡拿出一包纸巾，抽出一张递给身后的沈右楚，动作温柔的仿佛周围的混混根本不存在。擦擦水，容易感冒。沈右楚呆呆的接过纸巾，大脑一片空白。操！弄死他！光头男觉得丢了面子，招呼手下就要冲上来。林凡猛地转头，眼神瞬间变得如刀锋般锐利，死死盯着光头男。他上前一步，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快速而低沉的说道：“王强，城南地下赌场13号桌，那一手同花顺输了20万，是公款吧？”光头男冲到一半的脚步像被钉子钉住了一样，硬生生停住了。他瞪大了眼睛，像见了鬼一样看着林凡。你胡说什么？林凡嘴角勾起一抹邪气的弧度，继续低语，语速极快，像恶魔的低语。龙哥，如果知道你把收上来的利息拿去填坑了，你觉得你这只手还能留得住吗？冷汗瞬间爬满了光头男的额头。这件事他做的极其隐秘，连他老婆都不知道。这个高中生怎么可能知道？你是谁？光头男的声音开始发抖。我是谁不重要。林凡拍了拍光头男僵硬的肩膀，帮他整理了一下衣领。重要的是，沈家的债是正规商业借贷，没到还款期，你今天这么急着来逼宫，是想拿了钱去填你自己的窟窿吧？这句话彻底击穿了光头男的心理防线。林凡后退一步，提高了音量，让所有人都能听到。怎么还不滚？是要我给龙哥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吗？其实林凡根本没有龙哥的电话，他甚至不知道龙哥是圆是扁，但这不妨碍他狐假虎威。在这个信息闭塞的年代，掌握了核心情报，就等于掌握了生杀大权。光头男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眼神闪烁不定。他不敢赌，万一这小子真有点背景。行，
算你狠！光头男咬着牙指了指沈右楚，今天算这小子多管闲事，不过欠债还钱，3天后要是再还不上，老子把医院拆了啊！走！光头男一挥手，带着手下灰溜溜的走了。来时气势汹汹，走时狼狈不堪。走廊里瞬间安静了下来，林凡松了一口气，紧绷的背部肌肉这才放松下来。刚才那一波其实是在走钢丝，如果对方是那种不讲理的愣头青，直接动刀子，他就只能带着沈右楚跑路了。幸好 AI 包的数据从未出错，他转过身看向身后的女孩，沈右楚还站在原地，手里紧紧攥着那张纸巾，眼圈红得像兔子。刚才的坚强在这一刻彻底崩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谢谢你，林凡。他哽咽着声音细若蚊蝇。林凡看着他这副模样，心疼得像被人揪住了一样。前世他就是因为自卑，在沈右楚最需要的时候选择了逃避，这一次他终于站在了他身前。没事了，林凡轻声说道，语气里没有了刚才面对混混时的冷硬，只有无限的温柔。可是手术费……沈右楚抬起头，绝望地看着急诊室紧闭的大门。医生说，如果不马上手术，爸爸他……林凡问多少钱？5万，前期手术费要5万。沈右楚低下头，眼泪滴在地板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账户也被冻结了5万。林凡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的手机，就在半小时前，他刚赚到了5万块，这就像是命运早就写好的剧本。如果他没有去网吧，如果他没有接那个悬赏，现在他也只能陪着沈右楚一起绝望。卡号给我。林凡拿出手机，沈右楚愣了一下，什么？医院的缴费卡号，或者你的卡号。林凡语气不容置疑。林凡，你别废话，救人要紧。林凡打断了他，他尽量用一种轻松商业的口吻说出来，这钱算我借你的，以后你毕业了给我打工还债，利息按银行最高利率算，还得管饭。沈右楚呆呆地看着他，仿佛第一次认识这个同校3年的男生。在这一刻，林凡那个湿漉漉的身影在他心里变得无比高大，甚至盖过了所有的风雨。10分钟后，缴费窗口，林凡交费成功，302床安排马上手术。听到护士这句话，沈右楚终于支撑不住，腿一软就要倒下去。林凡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他的肩膀。女孩身上淡淡的洗发水香味混合着雨水的气息钻进鼻孔。林凡，我一定会还你的，一定。沈右楚抓着林凡的手臂，指节发白，眼神里燃烧着一种名为誓言的光芒。我相信。林凡看着他的眼睛，认真的点头。手术室的灯亮起，走廊里只剩下他们2个人。林凡靠在墙上看着窗外的雨，5万块刚捂热乎就没了，他又变回了穷光蛋，但他一点都不慌，甚至想笑。这一世，钱对他来说只是数字，而有些东西是再多的数字也买不回来的。 AI， 林凡在心里默念，帮我规划一下，接下来怎么用0元成本撬动100万的杠杆。我要在3天内把沈家的债务彻底平了。收到，方案生成中。建议利用彩铃业务的时间差漏洞，结合当前最火的 SP 服务，提供商计费接口，预计收益率2000%，风险等级中。林凡看着窗外的夜色，眼神逐渐变得幽深。暴雨停了，但属于他的时代风暴才刚刚刮起。凌晨2点，林凡带着一身湿气回到了黑鹰网吧。此时的网吧正是包夜党的休闲时刻，键盘敲击声稀疏了一些，空气中弥漫着泡面汤底干涸后的咸味和红牛的甜腻味。凡哥，你可算回来了。周大胖正趴在吧台上跟那个爆炸头收银小妹吹牛，见林凡进来，眼珠子瞬间亮了。刚才老板说了，给你留了最里面的 VIP 包厢，真皮沙发，空调贼凉快，还送了一箱可乐。林凡点了点头，径直走进那个所谓的 VIP 包厢，其实就是用磨砂玻璃隔出来的一个小单间，有2台配置稍好的电脑，甚至还有一张这年代少见的双人沙发。胖子，别玩游戏了，干活。林凡坐下，顺手开了一罐可乐，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灌下去，压住了胃里的饥饿感。干啥？这都几点了？不跑伤了？周大胖打了个哈欠，一屁股坐在旁边，沙发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林凡从口袋里掏出那台钛合金的未来手机，放在桌面上，眼神幽深。想不想3天赚100万？周大胖刚喝进嘴里的可乐差点喷出来。咳。哥，你发烧了？抢银行还得规划路线呢，3天100万冥币呀！SP 业务。林凡吐出2个字。周大胖愣了一下，他是老网虫，当然知道 SP 是什么。2008年正是移动增值业务的乱世，发短信订阅天气预报，下载彩铃测算姻缘，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业务背后是惊人的暴利，但这个行业水很深，全是甚至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渠道商把控。凡哥，那玩意儿是赚钱，但咱们没渠道啊，而且现在移动查得严，以前那种乱扣费的代码很难混进去了。谁说我们要乱扣费？林凡打开电脑，手指在键盘上轻轻敲击。我们要做的是一个让用户心甘情愿掏钱，甚至求着我们收钱的产品。他转头看向周大胖，你表哥二虎是不是在一家 SP 公司当渠道经理，手里有移动的计费代码接口？周大胖瞪大了眼，我操，你咋知道？我都没跟你说过这事儿。林凡没解释，当然是 AI 查的，只是快速说道。现在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不管他在哪个洗脚城或者麻将桌上，立刻带着他的计费接口文档滚过来，就说有个单子能让他这个月的业绩翻10倍。周大胖半信半疑，但看着林凡那双在屏幕荧光反射下显得格外妖异的眼睛，他鬼使神差地拿出了诺基亚，趁着胖子打电话的功夫，林凡已经开始了工作。 AI 建立工程目录，目标平台 Symbian 460 V J2 Mi MTK 核心功能： 1. 智能语义联想输入降维版； 2. 跨平台即时通讯为 GPRS 通道； 3. 病毒式裂变机制真心话大冒险测试。指令确认，正在调用2024年
AI 大模型蒸馏版算法正在将 Python C++ 逻辑转译为 J2ME 代码。2008年的手机市场是诺基亚的天下，那个年代人们还在用9宫格键盘艰难地按着拼音，发一条短信要1毛钱，存短信还要删旧的。林凡要做的是一个名为灵犀 Solint 的只有200KB 的小软件。林凡的手指在键盘上画作了一道残影，屏幕上的代码不是一行一行出现的，而是一块一块地刷出来的。Java 的类库被重构 Symbian 的底层权限被强行绕过。半小时后，包厢门被推开，一阵浓烈的酒气涌了进来，正是周大胖的表哥二虎。这就你说的大神，看着像个逃课的高中生。林凡没有回头，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诺基亚 N73S60第3版系统，把你的手机拿出来。二虎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掏出自己刚买的新手机。干嘛？蓝牙打开，接收文件。二虎皱着眉打开了蓝牙，很快一个名为 Solink Install Jar 的文件传了过来，装上。然后随便给你的通讯录好友发条信息。二虎骂骂咧咧地操作着，装神弄鬼！要是敢给老子中病毒，我废了你俩！安装速度极快，软件启动，界面简洁的不像这个时代的产物，没有花里胡哨的广告，只有一个极具质感的深蓝色旗袍。二虎试着在输入框里打了今晚2个字的拼音首字母 JW， 屏幕上瞬间跳出一整句联想：今晚去哪里喝酒？老地方。我操！二虎酒醒了一半，这联想怎么这么准？他又试着打了 QNMD， 屏幕跳出：去你妈的，有点意思。二虎嘟囔着，点击右上角的心动测试。林凡指挥道。二虎点开，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粉红色的神秘界面，输入你暗恋的人手机号，我们将匿名帮你试探，如果 TA 也暗恋你，系统将自动匹配。二虎是个混迹夜场的老手，看到这行字的瞬间，他的呼吸停滞了一下。这功能太他妈牛了，抓的就是人性啊！他鬼使神差的输入了最近正在追的一个洗脚成小妹的号码，点击发送，屏幕弹窗，发送成功。想知道对方是否查看了你的信息，开通 VIP 特权，仅需2元月是否？那个是的按钮设计的流光溢彩，像是有魔力一样勾引着手指。二虎作为业内人士，当然知道这是扣费陷阱，但他更知道这种陷阱对于那些荷尔蒙躁动的年轻人来说，几乎是100%的必杀技。这软件是你写的？二虎猛地抬头，盯着林凡的眼神彻底变了，像是在看一座金山。这就是个 demo。只要你把 SP 计费接口给我，我今晚就能让它上线，利润55分。55，小子，你胃口太大了吧？二虎眯起眼睛，露出了商人的狡诈。渠道在我手里，代码我也能找人破解。你可以试试，这代码加了动态混淆壳，每10分钟变异一次，除了我，没人能维护。而且除了你的渠道，海城还有3家 SP 代理商。你如果不要，我现在就出门左转去找光头强，我相信他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提到竞争对手的名字，二虎的脸色变了，他咬了咬牙，酒意全无。他看着眼前这个少年，心里竟然生出一股莫名的寒意。这谈判技巧，这心理拿捏，根本就是个老江湖。二虎试图还价，46，你4我6，毕竟还得打点移动那边的关系。55我2下，而且我要日结，每天中午12点，准时把昨天的分成打到我卡上，少1分。服务器立刻停机。二虎狠狠地拍了一下大腿，包厢里陷入了死寂，只有电脑机箱嗡嗡的散热声。良久，成交！妈的，你要是真能跑出量来，叫你爹都行。这是最新的全网代计费接口文档，移动、联通、小灵通都支持，你自己接进去。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 U 盘扔在桌上，林凡接过 U 盘，嘴角微微上扬。合作愉快。接下来的6个小时 ，VIP 包厢变成了战场。周大胖负责去各大论坛、贴吧、QQ 群发帖预热，文案是林凡用 AI 生成的，标题极具煽动性，惊爆，校花都在用的表白神器，输入号码就能知道谁暗恋你。诺基亚隐藏功能解锁，打字速度提升300，而林凡则在疯狂的写代码，接入计费 SDK， 优化网络传输包，部署云端数据库，利用肉鸡服务器做临时跳板。早晨7点，第一缕阳光穿过黑鹰网吧，脏兮兮的窗帘缝隙照在林凡布满血丝的眼睛上，搞定。林凡敲下最后一个回车键 ，Project Solink 灵犀 V-0正式上线。此时的下载量0真的行吗？周大胖顶着黑眼圈，忐忑地看着后台数据，抻了的懒腰，骨节发出咔咔的脆响。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楼下开始忙碌的早点摊和穿着校服匆匆走过的学生。让子弹飞一会儿。上午10点，海城一中高3、2班的教室里，虽然已经高考结束，但不少学生回学校拿档案或者估分。坐在后排的万事通张伟正在课桌底下偷偷玩手机。他是班里最早买诺基亚 N78的人，平时最喜欢炫耀新软件。哎，张伟，你笑得这么猥琐干嘛？前桌的女生回过头，好奇地问：“嘘，给你看个好东西。”张伟神秘兮兮地把手机递过去。刚才在贴吧看到的神器叫灵犀，打字贼快，而且还能测暗恋。切，骗人的吧？女生嘴上说着不信，身体却很诚实地接过了手机。真的，我刚才输入了隔壁班班花的号码，居然提示我有匹配度。张伟激动得满脸通红。我充了2块钱看了眼，虽然没显示名字，但提示说是长发，爱穿白裙子，绝对是他。女生的心跳漏了一拍，她偷偷瞄了一眼坐在角落里看书的那个男生，心里像长了草一样。那个怎么下载啊？蓝牙传给你，这软件只有200K S 传。同样的场景正在海城的10几所中学、大学甚至写字楼里疯狂上演。2008年没有 App Store， 没有应用宝，软件的传播主要靠蓝牙、红外线和各大手机论坛的置顶体。这种点对点的人传人模式虽然起步慢，但一旦形成口碑，粘性极高。尤其是暗恋测试这个功能，像病毒一样击中了所有年轻人的软肋。谁没有个暗恋对象？谁不想知道对方是不是也喜欢自己？哪怕知道可能是假的，为了那1/1000的希望，花2块钱算什么？2块钱不过是一瓶可乐的钱。中午12点，黑鹰网吧 VIP 包厢，周大胖正趴在桌上睡觉，呼噜声震天响。林凡则盯着屏幕上的一张折线图，手里捏着那罐已经温热的可乐。数据开始跳动了。中午12点，那条折线突然像打了鸡血一样，呈现出一个近乎90度的垂直拉升，用户数2000、5000、8000，付费订单数3000单，短短一上午，流水突破6000元。这只是海城一个城市的局部爆发。随着论坛帖子的置顶，全国各地的 IP 开始涌入，桌上的音箱突然发出一连串急促的报警声。周大胖被吓得从沙发上滚了下来。咋了？警察来了？不是警察，
是流量爆了。林凡眉头微皱，手指迅速在键盘上操作，屏幕上显示服务器 CPU 占用率已经飙升到了99%，带宽全红。原本为了省钱租用的那个廉价虚拟主机，根本扛不住这种指数级的并发访问。卡死了，动不了了。周大胖看着后台，凡哥，这咋办？这才刚开始啊，要是崩了，用户肯定骂娘卸载。林凡的眼神依旧冷静的可怕。AI 启动蜂群模式，指令确认正在扫描公网闲置算力，检索到1200台存在弱口令漏洞的僵尸主机，正在部署分布式节点。这是2008年还没被广泛应用的 P2P 分布式计算技术。林凡利用豆包的算力，瞬间把这几千台肉机变成了他的临时 CDN 加速节点。虽然手段有点灰色，但非常时期型非常手段。屏幕上的红色警报瞬间解除 ，CPU 占用率降回了30%。与此同时，海城某高档写字楼鼎盛科技 SP 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二虎正翘着二郎腿在斗地主，突然办公室门被撞开了。虎哥，出大事了！技术员满头大汗的冲进来，慌什么？移动那边查封端口了？不是，是那个灵犀的代码接口流水炸了。技术员把一张打印出来的报表拍在桌上，手都在抖。从早上到现在才4个小时，短信扣费请求已经突破了2万条，而且还在倍增。多少？二虎猛地站起来，椅子都被带翻了。2万条，每条2块，那就是4万块。4个小时4万，那一天就是24万，一个月就是700多万。在这个人均工资只有2000块的2008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二虎的眼睛瞬间红了，那是被贪婪烧红的颜色。他想起了林凡那个55分成的协议，如果按这个协议，他每个月要分给那个高中生300多万。凭什么？渠道是老子的，公司是老子的，凭什么给个写代码的小屁孩分这么多？二虎压低声音，露出阴狠的表情。能不能把他的后台锁了，把钱节留下？就说移动那边冻结了结算，或者是数据异常坏账。技术员咽了口唾沫，可以是可以，只要改一下我们在移动网关的健全密码，他的软件就扣不了费，钱就全进咱们兜里了。但是个屁改，现在就改！二虎已经被金钱冲昏了头脑，一个小屁孩还能翻了天不成？大不了给个几千块打发了。下午2点，黑鹰网吧，林凡正在吃泡面，屏幕上原本疯狂跳动的流水数据突然戛然而止，归零。卧槽，怎么变零了？服务器又崩了。林凡放下叉子，抽了张纸巾擦了擦嘴，动作优雅的像是在吃西餐。他的眼神里没有惊讶，只有一丝早已预料到的嘲弄。服务器没崩，是人心崩了。林凡拿起手机看着上面显示的后台日志，错误代码403健全失败 ，SP 渠道商已修改接入密钥。二虎这孙子想黑吃黑。周大胖反应过来了，气得把泡面桶狠狠摔在地上。老子找他拼命去！坐下。林凡冷冷的喝道：“范哥，那可是几万块钱啊，那是救沈右楚他爸的命钱。”周大胖眼睛都红了。我知道。林凡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熙熙攘攘的街道。贪婪是人类最好的诱饵，他不吞这个钩，我还没理由收拾他。AI， 林凡在心里默念：启动预埋在 SoulLink 这里的逻辑炸弹触发条件 ，SP 接口健全失败超过3次。指令确认，逻辑炸弹已引爆 Payload， 锁死 SP 渠道商所有业务通道，并向移动总部稽查系统自动发送匿名举报信，附带该 SP 公司过去3年的违规扣费证据链。既然他想独吞，那我就砸了他的饭碗。此时此刻，鼎盛科技突然，整个公司的电脑屏幕同时闪烁了一下，紧接着，所有正在运行的业务系统全部弹出了红色的警告框，系统严重错误，核心数据库已锁定。怎么回事？二虎还没反应过来，桌上的红色电话响，那是移动省公司稽查科的专线。二虎颤抖着接起电话，里面传来冰冷的咆哮声：“赵二虎，你们公司搞什么鬼？为什么我们的监控系统收到了几千条投诉数据包？还有一份你们涉嫌洗钱的证据邮件，直接发到了工信部投诉信箱。你特么想死，别拉着我！”啪，电话挂断，二虎的脸瞬间惨白如纸，手机滑落在地，完了，全完了。这哪是小屁孩，这是活阎王啊！5分钟后，林凡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二虎林凡慢条斯理的接起电话，没说话，只是静静的听着。爷，凡爷，祖宗！电话那头传来二虎带着哭腔的哀嚎：“我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快收了神通吧！稽查科的人已经在路上了，我要是进去了，这钱你也拿不到啊！”现在知道急了，林凡淡淡的说道：“刚才改密码的时候不是很嚣张吗？”我手贱，我该死！二虎在那边好像在扇自己耳光。分成改37，您7我3，不28，我都给您，只要您帮我把那个举报邮件撤回来，把系统解开。我不贪心，还是55。林凡语气平静，不过你要先预付我50万现金。半小时内送到黑鹰网吧，少1分，你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送，马上送，我现在就去提款。二虎如蒙大赦，挂断电话。林凡转过头，看着早已目瞪口呆的周大胖。胖子，准备个麻袋。林凡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血腥气。钱来了。半小时后，二虎满头大汗的提着一个沉甸甸的黑色帆布包冲进了包厢。他看着林凡的眼神充满了恐惧，仿佛在看一个怪物。当那50他红彤彤的100元大钞堆在桌子上时，周大胖感觉呼吸都停止了。林凡没有数钱，只是在键盘上敲了几行代码。好了，系统恢复了。那个举报信只是个定时发送的草稿，我已经撤销了。其实早就发了，只不过发的是经过处理的轻微违规版本，刚好能让二虎被罚款整改，却不至于立刻倒闭。毕竟林凡还需要这个渠道赚钱，打发走了感恩戴德的二虎。林凡看着桌上的50万，加上今天的后续流水，明天就能凑齐100万，10家的债务危机解了。但就在这时，林凡的手机再次震动，不是二虎，也不是沈右楚，是一个陌生的北京号码。林凡接起电话：“你好，是灵犀的开发者 Q 先生吗？”电话那头是一个干练的女生，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我是企鹅公司 TX 战略投资部的，我们注意到了你的产品数据
据异常，有兴趣聊聊收购吗？或者，如果你拒绝，我们可以保证你的产品明天就会在全网消失。林凡握着手机的手微微收紧，这就来了吗？前世的记忆涌上心头。2008年的企鹅正是著名的抄袭之王，凡是他们看上的小产品，要么被低价收购，要么被他们像素级复刻，然后利用庞大的流量优势挤死。这就是这个时代的丛林法则。林凡嘴角的笑意更浓了，那是猎人看到猛兽时的兴奋。想收购我，行啊。林凡对着话筒说道。不过你们最好先把自家的防火墙升级一下，不然今晚可能会有点冷。挂断电话，林凡将那50万装进包里，背在身上。走，胖子，去医院。不管那些大公司了。周大胖问。让他们先狂一会儿。林凡推开门，外面的阳光刺眼而热烈。在这个时代，流量是王道，但技术是神道。医院走廊的白炽灯总是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惨白，混合着84消毒液的味道，构成了生与死之间的屏障。沈右楚坐在急救室外的长椅上，双手搅在一起，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的校服裙摆上还沾着昨夜雨水的泥点，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只在暴风雨中折断翅膀的蝴蝶。旁边，他的母亲刘萍萍正靠在墙上低声啜泣，手里攥着一叠像砖头一样厚的催款单。妈，别哭了。沈右楚声音沙哑，会有办法的。有什么办法？刘萍萍抬起红肿的眼睛，绝望地摇着头。手术费虽然凑够了，可那些供货商刚才又打电话来了，说如果明天见不到货款，就要把家里的房子收走抵债。小楚，咱们家这次是真的完了。沈右楚咬着嘴唇，尝到了一丝血腥味。就在这时，走廊尽头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沈右楚下意识地抬头，逆着光，两个身影正大步走来。走在前面的少年穿着简单的白 T 恤，背着一个略显陈旧的黑色帆布包，步伐稳健的不像是一个18岁的高中生。在他身后跟着一个气喘吁吁、满头大汗的胖子。林凡、沈右楚愣住了。林凡走到母女俩面前，没有废话，直接将背上的帆布包卸下来，重重地放在长椅上。砰！沉闷的声响让周围原本嘈杂的走廊瞬间安静了几分。这是50万。林凡的声音平静的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刘萍萍止住了哭声，呆呆地看着那个不起眼的帆布包。什么？林凡伸手拉开拉链，那一瞬间，红色的光芒似乎刺痛了所有人的眼睛。整整齐齐的50捆100元大钞，像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墙，堆在那个破旧的包里。此时此刻，这笔巨款就这样毫无防备地展露在空气中。林凡看着刘萍萍，语气不卑不亢：“这里是50万现金，阿姨，先拿去把那几家闹得最凶的供货商货款结了。”剩下的给叔叔做术后康复。刘萍萍整个人都傻了，她看看前又看看林凡，手都在哆嗦。这钱你是哪来的？小伙子，你可不能干违法的事。放心，干干净净，合法收入。林凡笑了笑，转头看向已经彻底石化的沈右楚。昨天说了借你的，现在连本带利先预付一部分。沈右楚猛地站起来，眼眶瞬间红透了。他死死盯着林凡，仿佛要看穿这个少年的灵魂。林凡，你到底是谁？你哪来这么多钱？明明昨天他还只是个普通的同学，今天怎么就像变魔术一样拿出了这笔巨款？林凡看着他那双充满惊恐和疑惑的眼睛，心中微微一痛。他知道这很吓人，但他没时间解释，也没时间慢慢铺垫。他上前一步，用只有沈右楚能听到的声音说道：“沈右楚，你信我吗？”林凡开了的玩笑，试图缓解气氛。沈右楚愣住了。如果你信我，就收下，这是我投资给你未来的卖身契。毕竟未来的物理大科学家身价可不止这点钱。沈右楚不懂他在说什么物理学家，但他听懂了那种坚定不移的信任。他看着林凡深邃的眼眸，那里没有一丝杂质，只有如大海般的包容。最终，他颤抖着伸出手抓住了帆布包的带子，那重量沉得让他手臂发酸，但他的心却奇迹般的落地了。我信。他哽咽着说，这一刻，前世那个在绝望中坠落的女孩，终于被一只强有力的手拖住了。处理完医院的事，林凡拒绝了刘萍萍要写欠条的提议，带着周大胖离开了。刚走出医院大门，周大胖就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大口喘气。哥，亲哥，那可是50万啊，你就这么扔那了，连个字据都不立。胖子，那是买命钱。周大胖瞪大了眼。林凡点了一根烟，前世的习惯。虽然这具身体有点排斥，看着远处的车水马龙，而且这笔钱很快就会赚回来。还能赚回来？那个林夕不是已经被企鹅盯上了吗？你刚才在电话里那么狂，他们肯定要搞死咱们啊！他们已经动手了。他掏出手机，屏幕上正是林夕的后台数据监控。原本平稳上涨的曲线，在10分钟前呈现断崖式下跌。下载亮铃活跃用户50，怎么回事？周大胖凑过来一看，吓得跳了起来。林凡冷笑一声，打开了手机聊天。他在一个群里发了一条带有林夕下载链接的消息。消息发出的瞬间，直接变成了一个红色的感叹号。系统提示该链接存在安全风险，已被系统拦截，请勿访问。不仅如此，林凡尝试访问林夕的服务器 IP， 发现响应速度极慢，全网屏蔽链接，外加DDoS 流量攻击。林凡弹了弹烟灰，大厂的标准3板斧，够狠，连招呼都不打一声，直接下4手。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企鹅掌握着最大的社交入口，只要他们在聊天里屏蔽你的链接，你就等于在互联网上成了哑巴。再加上 DDoS 攻击瘫痪服务器，对于任何一个小创业团队来说，这都是灭顶之灾。那咋办？咱们是不是完了？周大胖急得团团转。二虎那孙子刚才发短信来骂娘了，说移动那边的数据全断了。别急。林凡掐灭了烟头，站起身，眼底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他们越急着封杀，说明他们越怕。企鹅这种巨头，如果不怕你，只会无视你，或者直接抄袭你。只有当他们发现抄袭来不及，或者看不懂你的核心壁垒时，才会动用这种流氓手段。走，
回网吧。干嘛？去骂他们？不，林凡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意，去给他们送一份大礼。与此同时，深圳企鹅大厦战略投资部的高级经理王老五正坐在宽大的办公椅上，手里端着一杯星巴克，听着下属的汇报。刘总，那个灵犀的服务器已经被我们的流量压垮了，所有在聊天传播的链接也都封禁了，现在他们就是个死人。技术主管一脸讨好的说道。王老五抿了一口咖啡，眼神轻蔑。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高中生，给他脸不要脸，以为写了个有点意思的小程序就能跟我们叫板。在这个圈子里，我们要谁死谁就得死。不过刘总，技术主管犹豫了一下，那个软件的核心代码，我们逆向工程分析了一下，有点邪门。怎么邪门？它的那个智能联想功能，我们根本找不到本地词库。它好像是实时连接到一个极其庞大的云端数据库，而且响应速度快的不符合物理常识。我们的工程师试着模仿写了一个，结果运行效率连人家的1/10都不到。王老五皱了皱眉，那就继续加服务器，我就不信我们这么大的技术团队还搞不定一个野生程序员的代码。明天我要看到我们的聊天缘分上线，功能要跟他们一模一样。是。王老五看着窗外繁华的深南大道，冷笑一声，技术在资本和流量面前，技术算个屁。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此刻在千里之外的一间破旧网吧里，那个被他视为蝼蚁的少年正在敲下一个即将让整个企鹅安全部门颤抖的指令。黑鹰网吧 VIP 包厢，空气中弥漫着大战前的肃杀。林凡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屏幕上的代码不再是常见的 Java 或 C++，而是一种更加底层的、接近机器语言的汇编指令。AI 分析企鹅安全管家的特征码扫描机制，正在解析目标采用特征串匹配与行为启发式扫描、漏洞检测及对于多层夹壳的动态链接库 DLL 存在扫描、超时跳过的逻辑缺陷。林凡嘴角上扬，2008年的安全软件还停留在黑白名单的初级阶段，只要文件夹壳够厚，或者利用系统底层的白名单机制，就能轻松绕过。既然你们封了我的链接，那我就换种方式进去。林凡转头对周大胖说：“胖子，去把之前咱们在论坛上注册的那几千个小号都登上去，不管是猫扑、天涯还是百度贴吧。”干啥？发帖？周大胖问。不，发补丁。林凡眼神幽深，既然他们推出了聊天缘分这个竞品来恶心我，那我就帮他们一把。原来就在半小时前，企鹅火速上线了一个名为聊天缘分的功能，直接嵌在聊天面板里，功能和灵犀的暗恋测试一模一样，而且完全免费。这就是巨头的恐怖之处，像素级抄袭，再用免费策略击穿你的防线。但林凡等的就是这一刻。 AI 生成代码代号特洛伊苹果。 功能描述：编写一个名为聊天缘分加速器的小工具，宣称可以破解聊天缘分的 VIP 查看权限，免费看到是谁暗恋你。指令确认正在生成诱饵程序，已植入核心 payload。林凡要做的是一招绝户即供应链投毒。在这个年代，小白用户最喜欢下载各种外挂加速器破解版。林凡利用 AI 生成的这个小工具，表面上真的能破解聊天缘分的部分功能，利用的是企鹅还没来得及修补的接口漏洞，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寄生虫。一旦用户运行这个工具，林凡隐藏在其中的核心代码就会静默安装一个只有20 KB 的底层驱动。这个驱动不会偷数据，也不会破坏电脑，它只会做一件事：接管森变手机的连接权限。当用户把手机连接到电脑上充电或传歌时，这个驱动会自动向手机里推送一个经过伪装的系统服务 System Call References。这个服务就是经过我重构后的灵犀，它不再是一个需要用户主动下载的 APP， 而是直接变成了手机操作系统的一部分，而且它会自动修改手机的 host 文件。 将所有指向企鹅服务器的聊天缘分请求全部劫持回我的服务器，也就是说，企鹅花大价钱推广的流量，最后都会变成我的用户。这也太损了吧！周大胖听完林凡的计划，惊得下巴都要掉了。这是借鸡生蛋啊！这叫技术性反击。林凡敲下回车键，打包完成，开始散步。10分钟后，各大黑客论坛、软件下载站贴吧突然冒出了无数个帖子，经聊天缘分免费破解版流出，想知道谁暗恋你？点此下载。企鹅内部员工泄密，一键查看暗恋对象真名。这种极具诱惑力的标题，配合上亲测有效的截图，瞬间引爆了网络，下载量开始疯涨。 1万、5万、10万，深圳企鹅大厦。王总，好消息！技术主管冲进办公室，我们的聊天缘分上线1小时，访问量突破100万，服务器都快撑不住了。王老五得意的大笑，我就说嘛，在这个圈子里，没人能玩得过我们。那个什么灵犀呢？死了没？彻底没动静了，他们的流量已经归零了。技术主管汇报道。好，今晚庆功宴，大家去吃海鲜。王老五一挥手，意气风发。然而庆功宴还没开始，诡异的事情发生了。2个小时后，技术部的电话被打爆了。主管，不对劲啊！我们的后台数据显示有几百万的访问请求，但是数据库里一条用户记录都没有。什么意思？技术主管懵了。就是说，用户在前端点了我们的功能，但是数据凭空消失了，或者说被导流到别的地方去了。怎么可能？就在这时，大屏幕上的监控曲线突然出现了一个诡异的波动，原本指向企鹅自家域名的流量，突然全部掉头，指向了一个未知的 IP 地址。而那个 IP 地址返回的页面，虽然长得跟聊天缘分一模一样，但在底部的版权信息里，赫然写着一行极小的、充满了嘲讽意味的字 ：Power Beacon One Thank you for traffic more penguin。由林凡提供技术支持，感谢企鹅先生赠送的流量。砰！王老五手里的咖啡杯摔得粉碎，他盯着屏幕上那行字，脸涨成了猪肝色，浑身发抖。黑客，这是黑客攻击！报警！立刻报警！报不了啊，刘总。技术主管都要哭了。我们查了，这不是攻击服务器，是用户的电脑。
几百万用户的电脑被植入了一个驱动，是他们自己主动把流量送过去的，而且那个驱动不仅能用，还帮用户杀毒加速，用户根本不舍得卸载啊！这就是个毒苹果，一旦咬了一口，就再也吐不出来了。黑鹰网吧里，林凡看着后台疯狂暴涨的数据，这一次不是几千，不是几万，而是300万日活用户。企鹅用全网资源推广了一下午，结果全部给林凡做了嫁衣。那些原本属于聊天的用户，现在手机里都躺着一个删不掉也不想删的灵犀服务。胖子，准备扩容服务器吧。这次我们要赚多少？林凡摇了摇头，周大胖的声音在颤抖。这次不赚钱啊！林凡的目光穿过屏幕，仿佛看到了未来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有了这300万个被我们寄生的种子用户，我们要做的不再是一个小小的 SP 软件。他站起身，走到白板前，拿起笔，写下了2个字，那不是赚钱，也不是复仇，而是 VX。我要在2008年提前终结短信时代。林凡的声音不大，却在狭小的包厢里激起了惊雷。既然企鹅想玩，那我就陪你玩把大的。我要挖了你的根基，拆了你的护城河，在你最引以为傲的社交领域插上我的旗帜。AI 加载即时通讯 MV 2.0 架构，启用语音传输协议。指令确认，正在从2011年 VX 1.0 版本提取语音压缩算法，以适配 Symbian 窄带网络。2008年的夏天，当所有人还在用拇指按着键盘发短信时，林凡按下了那个即将改变世界的按住说话键。2008年6月28日，注定要被写进中国互联网的历史。虽然此时此刻，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北京的奥运火炬正在传递，大街小巷都在放着北京欢迎你，股民们还在为跌破2700点而哀嚎。而在海城那个乌烟瘴气的黑鹰网吧 VIP 包厢里，一场无声的核爆正在扩散。凡哥，这数据是不是坏了？周大胖盯着屏幕，眼珠子瞪得像铜铃，手里的半个肉包子掉在桌上都没发觉。屏幕上的曲线已经不是在爬坡了，而是在垂直起飞。自从林凡利用特洛伊苹果战术将企鹅的聊天缘分流量全部劫持后，灵犀的后台装机量在短短1夜之间突破了500万。但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那个名为 Voice Packet V 的数据包传输量没坏。林凡靠在沙发深处，双眼布满血丝，但精神却亢奋得像一头刚刚尝到血腥味的狼。那是用户在说话。林凡拿起桌上的那台手机，按住了屏幕中央那个巨大的蓝色的麦克风图标。胖子，看手机。林凡对手机麦克风轻声说了一句：“喂，胖子，该减肥了。”1秒钟后，周大胖放在桌上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屏幕亮起，没有短信提示音，没有彩信的下载进度条，只有一个极其简洁的气泡弹了出来。气泡旁边有一个红点，周大胖下意识地按下了那个气泡。喂，胖子，该减肥了。林凡清晰略带磁性的声音，毫无损耗地从那破旧的扬声器里传了出来。卧槽！周大胖吓得差点把手机扔出去，他惊恐地看着林凡，又看看手机。这是啥？对讲机、录音笔，我没接电话。这叫语音消息。林凡嘴角勾起一抹弧度。基于 GPRS 网络的数据传输，不是打电话，不走通话费，只走流量。只走流量。周大胖是个老网虫，立马反应过来了，声音都变调了。那1毛钱能发多少条？现在的 GPRS 流量包是5块钱30兆。我的压缩算法把一条10秒的语音压缩到了4KB，30兆流量。大概能发7500条语音。多少？周大胖跳了起来，连人带椅子摔在地上。7500条，发短信1毛钱一条，7500条得750块钱。你这是免费啊？在2008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在这个发短信要字斟句酌，甚至为了省钱用拼音缩写的年代，在这个打长途电话要心疼漫游费的年代，按住说话松手发送几乎免费的体验，就是降维打击，就是屠杀。企鹅那边反应过来了吗？林凡问道，眼神瞬间恢复了冷冽。反应过来了。周大胖爬起来，飞快的切屏。各大论坛都在骂娘，说聊天掉线，但是灵犀能用，而且好多人在贴吧里发帖说灵犀出了个神功能，能当对讲机用，比聊天强1万倍。不够。林凡摇了摇头，现在的用户只是觉得新鲜，我要让他们产生依赖，产生一种没有灵犀就无法生活的错觉。他看向窗外，天已经亮了。AI 启动病毒裂变 B 计划。林凡在心里默念。指令确认，裂变策略加载中，策略名：声音的漂流瓶。执行逻辑：允许用户录制一段语音，匿名扔进流量池，其他用户捞起后可听声音、猜身份、配对聊天。这在后世是玩烂了的漂流瓶套路，但在2008年，这是对荷尔蒙最精准的收割。另外，林凡补充道，把沈佑楚的号码加入白名单。他的所有消息，我要第一时间收到。就在这时，包厢的门被轻轻敲响了。谁呀？包夜没到时间呢。周大胖不耐烦地吼道：“是我。”门外传来一个怯生生的清脆悦耳的声音。周大胖一愣，赶紧去开门。门开了，沈佑楚站在门口。他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碎花连衣裙，手里提着2个保温饭盒，晨光洒在他乌黑的长发上，美得像一幅画。但他的脸色依然有些苍白。嫂啊，不，沈校花。周大胖赶紧把嘴边的骚话咽了回去，侧身让路。沈佑楚走进这个充满了烟味和汗臭味的包厢，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但没有说什么。他的目光越过满地的线缆和杂物，径直落在了那个坐在电脑前背影有些萧索的少年身上。林凡，他轻声唤道。林凡转过身，看到沈佑楚的一瞬间，他身上那种刚才还要与世界为敌的戾气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你怎么来了？医院那边不用盯着吗？林凡站起来想拉把椅子给他，却发现椅子上堆满了泡面桶，只好尴尬地挠了挠头。我妈在看着，爸爸手术很成功，医生说多亏送来的及时，钱也交得及时。沈佑楚把饭盒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热腾腾的小米粥和几个包子。我是来给你送早饭的，顺便。他低下头从裙子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这里面还有5万，手术费没用完，剩下的还给你。沈佑楚把卡递过去，眼神倔强。我知道这钱不够还你的，剩下的我会打工慢慢还。利息也会算。林凡看着那张卡没有接，他知道沈佑楚的性格，外柔内刚，最怕欠人人情。如果他不收，他反而会不安。行，
这钱我收了。林凡接过卡，随手放在键盘边。不过打工还债就算了，正好我这缺个人。沈右楚愣了一下，环顾四周，缺人？缺网管吗？噗！正在喝粥的周大胖喷了一地，林凡也被逗乐。不是网管，是首席体验官 Cax 兼财务总监 CFO。他把那台装了灵犀的手机递给沈右楚，试试这个。按住那个蓝色按钮说话。沈右楚疑惑地接过手机，按照林凡的指示按住按钮，试探性地说了一句：“林凡是大笨蛋。”说完，他脸一红，赶紧松手。啾一声清脆的发送音效，下一秒，林凡面前的电脑音箱里传来了沈右楚那句带着羞涩和俏皮的语音：“林凡是大笨蛋。”沈右楚惊呆了，他瞪大了眼睛，看着手机，又看看电脑。这是录音？这是未来。林凡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说道：“以后你可以随时随地用这个跟我说话，不用担心话费，不用担心字数限制。”想哭的时候，想笑的时候，都能让我听见。沈右楚的心脏猛地漏跳了一拍，在这个喧嚣的城市里，在这个大家都忙着生存的年代，有人送了他一个可以随时倾诉的树洞。这是你做的？沈右楚不可置信地问。刚做出来的，还没几个人用。林凡撒了个谎，其实已经500万人用了，所以需要你帮我测试。如果这个软件能赚钱，你的债务就不算是了。正说着，电脑屏幕上突然弹出一个红色的警告框，这一次不是企鹅的攻击，而是一封来自运营商的律师函警告。系统提示：检测到您的应用涉嫌非法经营 VoIP 网络电话业务，违反电信条例，请立即停止服务，否则将切断网络接入并报警。周大胖的脸瞬间白了。凡哥，移动动手了，他们这是要把网线啊！动了运营商的奶酪，比动了企鹅更可怕。短信和语音通话是运营商的命根子，林凡搞这个免费语音，简直是在挖移动的祖坟。沈右楚虽然看不懂代码，但他能感觉到气氛的凝重。是不是有麻烦了？他担忧地问。林凡脸上的表情却没有丝毫惊慌，反而透着一股猎人看到猎物落网的兴奋。他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不是二虎，也不是黑客朋友，而是王雪红 ，HTC 创始人，此时正在为第一款安卓手机之一的发布焦头烂额。当然，林凡没有王雪红的私人号码，但是 AI 有。电话响了3声被接起，对面传来一个干练且略带疲惫的女声。Who is this？ 林凡用流利的英语说道：“王总，我是 Q， 我在中国，手里有一款能让您的 HTC G1在发布当天就击败 iPhone 3G 的杀手级应用，但我现在遇到了一点麻烦，中国的运营商想封杀我。”对面沉默了3秒。我不认识你，而且 G1是机密。G1侧滑全键盘，搭载 Android 1.0，缺少杀手级应用生态。林凡语速极快。如果我告诉您，我能让 G1成为全球第一款支持免费语音对讲的智能手机，并且我已经有了500万活跃用户作为筹码，您觉得移动还会封杀一个即将和谷歌 HTC 结盟的战略合作伙伴吗？这完全是空手套白狼。林凡在赌 HTC 急于在智能手机市场突围的野心。果然，对面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500万用户，你确定？您可以现在让人查一下中国区的流量异常点，代号 Solink。王总，给我一份 HTC 的开发者授权背书，外加一笔战略投资，我帮您拿下中国年轻人的市场。5分钟后，林凡挂断电话，他对周大胖打了个响指。胖子，把那个律师函的弹窗关了。不用管他啊！不管了，警察来了咋办？警察不会来了。林凡从包里掏出那张沈右楚还回来的银行卡，塞回沈右楚手里。移动高层很快就会接到 HTC 和谷歌方面的友好问询。在奥运会这个节骨眼上，没人敢动一个国际技术合作项目，这就是借势用2024年的眼光，借2008年巨头们的力，打一场不对称战争。沈右楚看着眼前这个运筹帷幄的少年，感觉他离自己好远又好近。那个曾经只会默默跟在他身后的男孩，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一个可以翻云覆雨的男人？林凡，沈右楚突然开口，我也要加入，不管是 Cax 还是 CFO， 哪怕是端茶倒水，我要看着你赢。沈右楚的眼神异常坚定。林凡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丝久违的温暖。好，欢迎入伙，未来的老板娘。沈右楚的脸瞬间红透了耳根，狠狠瞪了他一眼，却没有反驳。就在这时，林凡的手机再次震动，弹出了一条加急警报，警告检测到大规模资本异动，海城市商业银行正在强制执行沈国强名下的抵押资产。城南建材厂买方关联人赵昌河，成交价仅为市场价的30%。林凡的笑容瞬间凝固。赵昌河那个前世逼死沈右楚父亲，低价吞并沈家工厂，最后靠着这块地皮开发房地产成了首富的畜生。历史的车轮滚到了这个残酷的节点。林凡转头看向沈右楚，女孩还沉浸在刚才的羞涩中，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一无所知。沈右楚。林凡的声音沉了下来。林凡站起身，拿起那个黑色的帆布包，里面还剩40多万，眼中杀气腾腾。粥很好喝，但我们现在得去个地方。去哪？去把你家的厂子拿回来，顺便教训一条乱咬人的狗。城南红星建材厂，这是一家典型的90年代国企改制工厂。斑驳的红砖墙，生锈的大铁门，院子里堆满了卖不出去的水泥管和钢筋。此时，厂门口被几辆黑色的奥迪 A6 堵得严严实实，几十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人拉起了警戒线，阻挡着外面愤怒的工人们。凭什么封厂？我们3个月工资还没发呢！赵昌河，你个黑心狼，那是沈厂长的救命钱，你不能这么吞了。让开，我们要进去。工人们拿着扳手铁锹群情激愤，但那些黑衣保安个个人高马大，手持防爆盾牌，像一堵墙一样冷漠地推进。在警戒线内，一张简易的折叠桌旁坐着一个穿着考究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的中年男人，他手里夹着雪茄，一脸不屑地看着外面的闹剧。此人正是赵昌河，海城昌河地产的老板。在他对面是沈右楚的舅舅，此时正满头大汗地拿着笔，手抖得像筛糠。赵总，这价格太低了，200万，这厂子的地皮都不止200万啊！而且国强还在医院。少废话！赵昌河吐出一口烟圈，眼神阴粗。沈国强欠银行的180万今天到期，他不签字转让，明天法院就来贴封条拍卖，到时候流拍了，你们1毛钱都拿不到，还得背一屁股债。可是签了，那20万现金就是你的。
不签你就等着去监狱看你姐夫吧。赵昌河把一个黑色的皮箱拍在桌上，拉开一条缝，露出里面的红票子，那是赤裸裸的诱惑，也是赤裸裸的威胁。沈幼楚舅舅咽了口唾沫，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他颤颤巍巍地把笔尖落在了合同上。住手！一声暴喝，如同平地惊雷，穿透了嘈杂的人群。赵昌河眉头一皱，抬头望去，只见一辆黄色的出租车一个急刹停在人群外，车门打开，一个少年带着一个胖子和一个女孩冲了下来。小楚，沈幼楚舅舅吓得手一抖，笔掉在了地上。沈幼楚看到这一幕，气得浑身发抖。舅舅，你在干什么？这厂子是爸爸的心血，你怎么能200万就卖了？他冲过去想要抢合同，却被2个黑衣保安粗暴地拦住。哟，这就是沈家那个大侄女吧？赵昌河站起身，上下打量着沈幼楚，目光里透着一股让人恶心的贪婪。长得真水灵。既然你来了，也省得我去找你。父债子偿，你爸签不了字，你签也一样。他挥挥手，保安把沈幼楚像拎小鸡一样推到了桌前。放开他！一个冰冷的声音响起。林凡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他走得很慢，但每一步都带着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压迫感。周围的工人们不知为何，下意识地给他让开了一条路。你又是哪根葱？赵昌河眯起眼睛看着这个穿着廉价 T 恤的学生。林凡没有理他，径直走到沈幼楚身边，伸手握住那个保安的手腕。咔嚓一声清脆的骨裂声，啊！保安发出一声惨叫，手腕呈现出一个诡异的角度，瞬间松开了手。林凡把沈幼楚拉到身后，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湿巾，嫌弃地擦了擦手，仿佛刚才碰了什么脏东西，全场死寂。赵昌河的脸色沉了下来。小子练过，知道我是谁吗？赵昌河偷税漏税起家，靠行贿拿地，身上背着3条人命官司，虽然都没立案。林凡淡淡的报出了 AI 刚才查到的资料，声音不大，却字字诛心。赵昌河的瞳孔猛地收缩。你找死！周围的10几个保安立刻围了上来，手里挥舞着橡胶棍。周大胖吓得腿都在抖，但还是捡起地上的一块砖头，挡在了林凡侧面。别过来啊！我可是练过的。林凡却笑了，他从背后的包里掏出一叠文件，直接甩在了赵刚的脸上。啪，纸张飞舞。林凡冷笑道：200万想买这个厂，赵老板，你的算盘打得挺响啊，不过可惜你这如意算盘崩了。赵昌河恼羞成怒地抓过一张纸，刚想撕碎，却在看到上面的内容时僵住了。那不是什么法律文书，而是一张地质勘探图和一份设备清单估值表。红星建材厂虽然设备老旧，但仓库里封存着3条90年代从德国进口的西门子高精度数控机床，因为没人会用，一直当废铁放着。林凡指了指厂房深处，这3台机床现在的二手市场价每台至少150万。林凡指了指脚下的地，还有这块地下面有一条未被记录的高品质石英砂矿脉，你这么急着收购，不是为了建材，是为了挖矿吧？赵昌河的冷汗瞬间下来了，这是他最大的秘密，连沈国强都不知道，这个高中生怎么可能知道？当然是 AI 结合地质局数据库和卫星红外扫描得出的结论。你到底是谁？赵昌河的声音开始发颤。我是来截胡的。林凡拉开那个黑色的帆布包，露出里面的50万，其实不够，但他气势做足了。这厂子我要了。林凡环视四周，对着那些愤怒的工人高声喊道：各位叔叔伯伯，赵昌河给你们200万，还要遣散你们。我林凡虽然现在没多少钱，但我承诺厂子不卖，工人们不裁，欠你们的工资3天内连本带利发给你们。而且我要带你们转型，不做水泥管了，我们做高科技。工人们面面相觑，虽然觉得这小孩在吹牛，但看着他刚才那股狠劲，还有那打脸赵昌河的爽感，大家心里的天平瞬间倾斜了。我相信这娃。一个老工头站了出来，他是沈厂长资助过的学生，我相信他。其实不是，局面瞬间反转。赵昌河看着周围眼神不善的几百个手持铁锹的工人，知道今天大势已去，强龙不压地头蛇，要是真打起来，他这10几个人得被踩成肉泥。好小子！赵昌河咬牙切齿，狠狠把雪茄踩灭。今天算我栽了，但你记住，这厂子也是有银行债务的。180万，明天下午5点前还是还不上，法院照样封厂，我看你拿什么还？走！赵昌河带着人灰溜溜的走了，厂门口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沈幼楚却腿一软，差点瘫坐在地上。他抓着林凡的胳膊，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林凡，你疯了，180万了，加上工人工资得200多万，我们去哪儿弄这么多钱？而且你说的高科技是什么？林凡转过身看着那座破败的红砖厂房，夕阳的余晖洒在生锈的铁门上，像是一层镀金。在别人眼里这是废墟，但在林凡眼里这是他的第1号基地。那3台德国机床配合 AI 的数控编程能力，可以加工出此时国内无法生产的高精度手机外壳和零部件。这里将不再生产水泥，这里将诞生中国第1台真正意义上的智能手机，起点1的原型机。钱的事不用担心。林凡摸了摸沈幼楚的头，眼神望向远方。今晚会有贵客主动送钱上门。贵客？林凡嘴角上扬。企鹅的老对手阿里的那位马老师，或者是百度的李先生，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发现，在这个互联网的棋盘上多了一个他们看不懂的变数。走吧，带我去看看那3台机床。林凡大步走进厂房，空气中弥漫着机油和铁锈的味道。林凡走到那台蒙着厚厚帆布的庞然大物面前，一把掀开，精密的德国机械结构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烁着冷光。 AI。 林凡在心里默念：扫描机床结构，生成修复方案。另外，准备起点 OS 的硬件适配层代码。扫描完成，机床精度微米级，状态良好，可用于加工钛合金中框。起点工厂启动。林凡的手抚摸着冰冷的金属，从这一刻起，他不再只是个写软件的黑客，他将成为这个时代的钢铁侠。红星建材厂的夜晚比海城的任何地方都要寂静，也都要喧嚣。寂静的是周围荒芜的野草地和废弃的铁轨，喧嚣的是3号车间里那从未停歇的机械轰鸣声。林凡穿着一件沾满机油的工装背心，戴着护目镜，正盯着那台被他魔改过的西门子5轴联动数机床。滋滋，钨钢刀头在冷却液的冲刷下切入一块银灰色的钛铝合金板材。
材，飞溅出绚丽的金属火花，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糊味和切削液独特的刺鼻甜味。凡哥，这都第5块板子了，还不行啊？周大胖蹲在旁边，手里捧着一碗泡面，心疼地看着地上那一堆废料。这可是航空铝啊，1公斤好几百呢。精度不够。林凡摘下护目镜，拿起刚切削出来的手机中框，用游标卡尺量了一下，眉头紧锁，误差0.05毫米。这种垃圾装上去，缝隙大的能塞进一张银行卡。我要的是严丝合缝，是浑然一体。0.05毫米，这也叫垃圾？周大胖翻了个白眼。现在市面上的诺基亚后盖松的都能用来弹奏乐器了。那是诺基亚，我们要做的是艺术品。林凡随手把那个造价不菲的中框扔进废料堆。再来，此时是2008年7月，距离第1代 iPhone 发布已经过去1年，但 iPhone 3G 才刚刚在国外露面，尚未进入中国。国内市场依旧是诺基亚 N 系列的天下，那是塑料感、9宫格键盘和电阻屏的时代。林凡要做的起点 One 是一款完全超越时代的产物，全金属中框、电容触摸屏，利用沈佑楚在实验室搞出来的 iTo 导电玻璃方案，以及最核心的去键盘化设计，但这需要钱海量的钱，50万早就烧光了，从二虎那里敲诈来的钱也见顶了。这几台吞金兽一样的机床，光是买刀头和原材料，每天就要烧掉几万块。凡哥，账上只剩2万块了。一直坐在角落里算账的沈佑楚抬起头，此时他已经俨然一副管家婆的模样，手里拿着那个厚厚的账本。按照这个消耗速度，明天下午我们就得停工，而且工人的工资还没发。林凡擦了擦手上的油污，眼神依旧冷静。别慌，赚钱的工具已经磨好了。他走到车间一角的办公桌前，那里放着几台电脑，屏幕上依旧跳动着灵犀的后台数据。现在的灵犀日活稳定在800万，这在2008年是个恐怖的数字，甚至超过了当时的某宝移动端。但问题是他不赚钱，为了抢占市场，林凡一直没开通任何广告和增值服务。是时候收割了。林凡坐下，手指放在键盘上。AI 启动蜂巢算法，指令确认，正在加载个性化推荐引擎 V1.0。2008年的互联网是人找信息的时代，你想看新闻得去新浪、搜狐的门户网站，在一堆密密麻麻的超链接里翻找；你想看帖子得去天涯、猫扑一页页的爬楼。而林凡要把它变成信息找人。今晚我们要给07推一个版本更新。林凡一边敲代码一边说，增加一个底栏看点。看点那是啥？新闻吗？周大胖凑过来，不只是新闻。林凡嘴角勾起一抹神秘的笑，它是你心里任何想看的东西。林凡正在部署的是后世称霸全球的推荐算法雏形，虽然受限于2008年的算力和数据量，做不到2024年那么精准，但利用 AI 对现有用户聊天关键词的语义分析，足以做到降维打击。比如一个用户经常在灵犀里和朋友聊篮球、聊科比，那么他的看点页面就会自动推送科比独砍40分、湖人晋级的新闻。比如一个用户经常聊失恋、聊情感，他的页面就会诠释这3种男人千万不能嫁：深夜读物，治那个爱而不得的人。这在后世被称作信息茧房，也被称为时间熔炉，但在2008年这叫读心术。更新包已推送。林凡按下回车，北京中关村某知名门户网站新浪的内容总编办公室，总编张伟正焦头烂额地审着明天的奥运专题稿件，突然他的 MSN 弹窗狂闪，老大不对劲，我们的移动端流量在暴跌。技术主管发来消息，暴跌？怎么可能？奥运快来了，大家都在看新闻啊！张伟皱眉，是真的，从今晚8点开始，原本属于我们的 WAP 站流量突然少了1/3，而且用户停留时长大幅下降。去查流量跑哪儿去了？半小时后，技术主管发来了一张截图，那是一个名为灵犀的手机软件界面，界面很简洁，但中间那个看点栏目里全是极其抓眼球的标题：经08年房价走势大揭秘，不看后悔一辈子；独家陈冠希事件未曝光的 DX 张照片，那个在你列表里沉默的人，其实最爱你。张伟看着这些标题嗤之以鼻，这不就是地摊文学吗？这种垃圾内容能抢走我们的高端用户，但他错了，大错特错。他随手点开了一条关于股市内幕的文章，看完后手指下意识地往下滑了一下，屏幕一闪，又刷出来一条揭秘庄家洗盘的3个特征，再滑散户如何在大跌中自救。张伟感觉后背一阵发凉，这软件怎么知道我是个被套牢的老股民？而且这种下滑刷新的交互方式简直有一种魔力，每一次刷新都像是在抽奖，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条会刷出什么让你欲罢不能的内容。不知不觉，张伟竟然坐在办公室里，盯着这个只有2英寸的小手机屏幕刷了整整2个小时，直到手机发烫提示电量不足，他才猛地惊醒。这是什么怪物？张伟放下手机，手心全是汗。他从没见过这种产品，他不需要你思考，不需要你搜索，他就像一个贴心的魔鬼，不断地把你最想吃的糖塞进你嘴里，直到你撑死为止。完了，门户时代要结束了。张伟瘫坐在椅子上，喃喃自语。红星建材厂车间办公区，现在的临时运营中心。周大胖看着后台数据，激动得语无伦次。疯了，彻底疯了！凡哥，用户平均使用时长从15分钟暴涨到了45分钟，而且广告商的电话被打爆了。灵犀的看点流里，每刷10条新闻就会夹带1条广告，这叫信息流广告。相比于以前那种生硬的横幅广告，这种广告转化率高得惊人。现在的广告报价是多少？林凡问。之前是按展示计费，1000次展示5块钱，现在广告商自己竞价，已经涨到1000次展示20块了。林凡心算了一下，日活800万，人均刷新20次，那就是1.6亿次展示。就算只有一半加在广告，一天的广告收入大概是160万。沈佑楚的声音在颤抖，他看着计算器上的数字，感觉像是在做梦。一天160万，一个月就是5000万，这已经不是印钞机了，这是抢银行，而且是合法的。够了。林凡长舒了一口气，靠在椅背上，资金链的问题解决了。他转头看向沈佑楚，通知工厂，那个钛合金中框不用省料了，给我上最好的5轴机床，
24小时不停机。另外，把隔壁的那个废弃仓库也租下来，我们需要建一个无尘组装车间。沈右楚看着林凡，眼中的崇拜已经变成了某种更深沉的东西。这个男人总是在绝境中轻描淡写的扔出一张王炸，把整个世界炸得天翻地覆。林凡，你到底脑子里装了多少东西？沈右楚忍不住问道。林凡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又指了指口袋里的手机，装了一个未来。就在这时，林凡口袋里的未来突然剧烈的震动了一下，那不是来电震动，也不是消息提示，而是一种急促、间断如同心脏骤停般的报警震动。林凡的脸色瞬间变了，他迅速掏出手机，原本漆黑深邃的屏幕上，此刻正闪烁着刺眼的红色警告图标。警告：核心供电模组电压异常。警告：电池活性急剧下降至15。警告：检测到非原装充电协议带来的不可逆损伤，建议立即断开电源。林凡的手僵住了，这一世他最大的依仗不是他的记忆，也不是他的技术，而是这台手机是 AI。如果手机坏了，怎么了？沈右楚敏锐地察觉到了林凡情绪的巨变，他从未在这个男人脸上看到过如此惊恐的表情，哪怕是被几十个保安围攻时也没有。出事了，心脏出问题了。林凡的声音沙哑，他死死攥着手机，指节发白。窗外一道闪电划破夜空，照亮了林凡惨白的脸。海城的雨季又来了，而这一次暴雨将至。2008年的夏天多雷雨，今夜的雷声格外沉闷，像是重锤砸在胸口。红星建材厂的3号车间里，原本热闹的机械声停了。林凡把自己关在最里面的洁净室里，这原本是用来组装精密仪器的地方，现在成了他的 ICU。那台钛合金的未来手机此刻正静静地躺在防静电工作台上，屏幕已经黑了，只有角落里一颗微弱的呼吸灯在闪烁着濒死的红光。电量4%，林凡满头大汗，手里拿着万用表和电烙铁，却迟迟不敢下手。这台手机是2024年的原型机，采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微核石墨烯电池和高压无线快充协议，而2008年的充电器哪怕它改得再好，输送进去的电流对于这台娇贵的机器来说都像是充满了杂质的脏水，长期的电压波动和协议不匹配，终于击穿了手机内部的电源管理芯片 PM-MAC。 现在它拒绝充电，充不进去电，意味着这台手机将在几分钟后彻底关机，一旦关机，离线版 AI 可能会因为缓存丢失而无法唤醒。更可怕的是，林凡存在里面的起点 OS 核心代码，未来的 K 线图，所有的技术图纸都会随着断电而永远封存在这块黑色的砖头里。该死！该死！林凡狠狠地捶了一下桌子，眼眶通红。他太依赖这个金手指了，他以为自己掌控了一切，却忘了他是在用一把未来的剑。在这个落后的时代裸奔，门被推开了，沈右楚走了进来。他穿着白大褂，头发扎成了利落的丸子头，手里提着一个沉重的工具箱。出去！别进来！林凡吼道，像一头受伤的狮子。沈右楚没有被吓退，他平静地关上门，走到工作台前，放下箱子。你在发抖，林凡。他轻声说道，伸手握住了林凡拿着电烙铁的那只手。女孩的手冰凉而柔软，却带着一股奇异的安定力量。林凡深吸一口气，颓然松开了手。完了，全完了！电源芯片烧了，电池锁死，现在的技术根本修不好的。等电量耗尽，我就真的成瞎子了。沈右楚低头看着那台造型科幻的手机，他虽然不知道这手机是哪来的，但他看得出它的工艺远超这个时代。别急，只要是电路，就一定遵循物理规律。让我看看。沈右楚的声音冷静而理性，那是属于未来大科学家的气场。林凡愣了一下，鬼使神差的让开了位置。沈右楚戴上防静电手套，拿起万用表，那双平时用来做物理题的手，此刻稳如磐石。电压波动很大，内阻异常高。沈右楚一边测试一边分析，他是拒绝外部电流输入，因为他认为外部电源是有毒的，这是一种保护机制。林凡眼睛一亮，对，就是保护机制，但我没法绕过它。软件已经锁死了，那就骗过他。沈右楚抬起头，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既然他嫌弃直流电太脏，那我们就给他造一个纯净的正弦波，就像给婴儿喂奶，不能直接喂粗粮，要嚼碎了喂。你是说模拟原装协议的波形？林凡懂了，我有办法。沈右楚打开他的工具箱，里面是一堆乱七八糟的电子元件、示波器、信号发生器，还有几个从旧收音机上拆下来的电容电感，这是他在学校物理实验室偷偷攒的宝贝。林凡，你负责写代码，尝试从软件层面解锁 PMIC 的底层权限。我来搭电路，给他做一个临时的体外心脏。沈右楚拿起一把螺丝刀，眼神变得无比专注。我们只有大概5分钟，电量3%，时间开始倒数。林凡不再犹豫，他将手机通过数据线连接到电脑上，幸好数据传输还能用。屏幕上黑色的 CMD 窗口再次跳出 Connect PMAC Debug Port，Access Denied， 拒绝访问。AI， 醒醒！给我开后门！林凡在心里狂喊，手机屏幕微微亮了一下，那是 AI 在挣扎。系统保护中，权限下放需验证。另一边，沈右楚正在飞快的焊接电路，焊锡丝融化的烟雾在灯光下缭绕，他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几缕发丝粘在脸上，但他连擦都不敢擦。如果我是这块电池，我需要一个120赫兹的脉冲信号来激活，电容滤波要再大一点。电量2%。好了吗？林凡的手指在键盘上几乎敲出了火星。我正在尝试暴力破解引导区，再等10秒。沈右楚的手稳得可怕，他将最后一根导线焊在了电容的引脚上，那是一个简陋的像蜘蛛网一样的电路板，上面密密麻麻的接着各种电阻电容，核心是一颗被他从旧主板上拆下来的晶阵。沈右楚喊道。林凡立刻将2根探针精准地刺入手机尾插的测试点，电量1%，屏幕闪烁了一下，仿佛下一秒就要陷入永恒的黑暗。沈右楚深吸一口气，按下了那个自制电路板上的开关。林凡死死盯着电脑屏幕，那是生与死的界限，1秒、2秒、3秒，原本一片死寂的电压曲线突然跳动了一下，就像心电监护仪上拉直的线条突然恢复了跳动。检测到合规电源接入，正在握手，协议匹配成功，开始充电。手机屏幕上那个红色的电池图标旁边出现了一个绿色的闪电标志，虽然很微弱，
虽然电流只有几百毫安，但它在充电，活了。周大胖在门外一直贴着玻璃看，此刻忍不住欢呼起来。林凡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大口喘着粗气。他看着那个简陋丑陋的电路板，又看了看旁边正在擦汗的沈右楚。此刻的沈右楚脸上沾着一块黑色的机油印，鼻尖上还有亮晶晶的汗珠，但在林凡眼里，她比任何时候都要美。她是女神，是物理学的女神。谢谢。林凡声音沙哑，沈右楚摘下手套，长长的呼出一口气，露出一个虚弱但灿烂的笑。看来你的未来还是离不开我这个原始人的物理知识吗？林凡笑了笑的像个孩子，他突然站起来，一把将沈右楚拥入怀中。沈右楚僵了一下，但没有推开，而是轻轻把头靠在了他的肩膀上。窗外的雷声渐渐远去，雨停了。还没完，这次只是续了命，这块电池撑不了多久了。我们必须在它彻底报废之前把起点1造出来，而且要把 AI 移植出来。移植？这台手机的硬件已经成了牢笼。林凡指着那台还在缓慢充电的手机，我要把 AI 的灵魂转移到我们自己的服务器，转移到我们自己造的起点1上，但这需要更强的芯片，更强的算力。林凡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漆黑的夜色，也是时候去见见那位真正的大佬了。谁？台积电的张先生，或者是 ASML 的代表。林凡的眼里燃烧着野心，我要在2008年搞定7纳米，不，至少是28纳米制成的芯片流片。这是一个疯狂到近乎痴人说梦的计划。在2008年，主流芯片制程还在45纳米和65纳米，但他必须做，为了 AI， 也为了这个国家不再被卡脖子。这时，刚刚充上电的手机突然亮了。AI 复活后的第一句话不是问好，而是一条触目惊心的情报。警报检测到谷歌 Android 项目组正在秘密接触魅族与小米 CEO。Android 1.0 即将提前发布，移动互联网大战提前2年爆发。林凡看着屏幕，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想提前，那就来吧，胖子。通知2车间，今晚通宵，明天早上我要看到第一台起点1的点亮测试。是，凡哥。在这个破旧的建材厂里，一场将要颠覆硅谷的蝴蝶效应扇动了他的翅膀。2008年7月15日，海城红星建材厂原本废弃的3号仓库，现在被改造成了一个极其怪异的机房。没有标准的服务器机柜，没有恒温恒湿的精密空调，取而代之的是几十台巨大的工业风扇，对着一排排用角钢焊接起来的简易架子疯狂吹风。而在那些架子上，密密麻麻地摆放着几百台黑色的游戏机，索尼 PlayStation 3。凡哥，你确定这玩意能行吗？周大胖擦了一把头上的汗，看着这壮观而又荒诞的一幕。咱们花了几乎所有的流动资金，把全省乃至周边几个省的水货 PS3 都扫空了，就为了这几天，周大胖觉得自己像个倒卖游戏机的黄牛。林凡给他的死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收购后机版 PS3，有多少要多少。你不懂。林凡正在一台笔记本电脑前调试着复杂的代码，头也不抬。PS3 搭载的 Cell 处理器是这个时代民用领域算力的巅峰。它的浮点运算能力是同期英特尔 CPU 的10倍，在买不到英伟达顶级计算卡的情况下，这是我们唯一能用的算力砖头。2008年显卡挖矿和 AI 计算的概念还没普及，只有林凡知道，美军甚至曾采购了上千台 PS3 来组建超级计算机。秃鹰现在他要用这500台 PS3 组建一个属于他的蜂巢，准备好了吗？林凡转头看向沈右楚，沈右楚正站在那个特制的手术台前，那台来自2024年的钛合金手机，此刻正插着密密麻麻的探针，像是一个正在接受开颅手术的病人。虽然电池被修复了，但那只是权宜之计。为了防止硬件彻底暴毙，林凡必须把 AI 的核心逻辑抽离出来，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过程，就像是把一个人的灵魂从身体里抽出来，上传到云端。连接稳定。沈右楚的声音虽然平静，但握着探针的手微微有些发白。电压波动控制在0.01伏以内，但我必须提醒你，这里的网络带宽只有100兆，传输速度跟不上 AI 的4位速度，一旦开始，可能会造成意识丢包。管不了那么多了，开始吧。Project Prometheus， 普罗米修斯计划。启动。林凡深吸一口气，他在键盘上重重敲下了回车。轰！500台 PS3 同时全速运转，散热风扇发出的巨大噪音瞬间淹没了仓库，像是一架波音747在起飞。屏幕上一个蓝色的进度条开始缓慢爬升。正在建立神经桥接，原地址、未知设备、目标地址。分布式 Cell 集群。林凡死死盯着屏幕，这是在盗火。他要把2024年的 AI 模型通过重构、剪枝、蒸馏，强行塞进2008年的硬件里。10点30，突然仓库里的灯光剧烈闪烁了一下，电压不稳。沈右楚大喊 ：PS3 集群功耗太大了，厂里的变压器扛不住了。大胖，去拉闸，把1号、2号车间的电全断了。只保3号舱。林凡吼道：“好了。”周大胖像个灵活的肉球一样冲了出去。几秒钟后，远处的车间一片漆黑，只有这个仓库依然灯火通明，宛如荒野中的灯塔。50%、80%，林凡的汗水顺着脸颊滴落在键盘上。这不仅仅是数据的复制，更是对代码的实时重写。AI 原本运行在 NPU 上的指令集，必须在 DS 级的时间内被转移成 Cell 处理器的指令。屏幕上的代码滚动速度快得让人眼花缭乱，那不是人类能看清的速度，那是 AI 自己在救自己。99%，林凡心脏猛地收缩，进度条卡住了。怎么回事？最后的核心逻辑锁死了。沈右楚看着示波器，手机的安全芯片拒绝导出情感模块，他认为那是不可复制的私钥。没有情感模块 ，AI 就是个冷冰冰的计算器，不再是那个懂人心、会撩妹、能预判商业局势的超级 AI。该死！林凡咬着牙，就在这时，那个躺在手术台上的手机屏幕突然亮了，不是红色的警告，而是一行柔和的蓝字。检测到林凡得生物波长，确认为最高权限宿主，我愿意搬家。那是 AI 的主动授权，他活着，他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叮，进度条瞬间跳满，迁移完成。下一秒，手机屏幕彻底黑了下去，变成了一块普通的玻璃。而仓库里那500台 PS3 的风扇声突然变得有了节奏，仿佛是某种巨大的生物在呼吸。林凡面前的电脑屏
屏幕上，那个熟悉的蓝色气泡图标再次跳动起来。你好，林凡，这里有点吵，而且有点热。林凡瘫坐在椅子上，看着这行字，竟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成功了！虽然现在的 AI 只是一个阉割版的云端模型，算力不及未来的1/10，但他终于摆脱了那台快要报废的手机，寄生在了这庞大的互联网基座上。欢迎来到2008。林凡轻声说道：“接下来的3天是红星建材厂最疯狂的3天。既然有了云端大脑，林凡就可以实施他的下一步计划——起点望原型机制作。他不再追求在手机端进行复杂的运算，而是提出了一个超越时代的理念——云手机。手机不需要太强的 CPU。”因为所有的复杂计算都由云端的豆包完成。林凡拿着白板笔在会议室，其实是食堂里给沈右楚讲解。手机只需要做3件事：极致的显示、极致的触控、极致的网络传输。所以这就是你要我磨这块玻璃的原因。沈右楚举起一块透明的面板，那是他利用实验室关系搞到的一块工业级电容屏。虽然比不上后世的康宁大猩猩玻璃，但在2008年，这已经是黑科技了。对，林凡拿起那个已经洗削好的钛合金中框，把这块屏幕嵌进去。把诺基亚的按键全部扔掉，整个正面只能有一个 Home 键。那怎么打字？怎么操作？周大胖不解。用手摸。林凡在空气中划了一下，滑动解锁，双指缩放。这才是人类最直觉的交互。3天后的深夜，第一台起点望工程机组装完成，它很丑，背面裸露着飞线，电池是用胶带缠上去的，厚度像块砖头。当林凡按下开机键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没有熟悉的诺基亚大手拉小手，也没有 Windows Mobile 那个拥挤的开始菜单。屏幕中央亮起了一个白色的光点，然后迅速扩散，变成了一个极为简洁的黑色桌面。桌面上只有7个图标：灵犀、通讯、看点、资讯、A 助手、设置。这就是 Singularity OS 1.0。林凡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他伸出手指在屏幕上轻轻一划，4般顺滑。得益于 AI 在云端的帧率补偿算法，这台配置平平的工程机竟然跑出了60帧的流畅度。胖子，给这台机子打个电话。林凡说。周大胖掏出自己的诺基亚，拨通了号码。起点湾的屏幕亮起，没有绿色的接听键，只有一个跳动的滑块，滑动接听。林凡拇指一划，电话接通。喂，声音清晰通透。神了，这玩意儿要是拿出去卖，诺基亚不得当场砸店？林凡抚摸着冰冷的钛合金机身，不急着卖，现在的产能1个月连10台都造不出来，我们需要一个机会。一个让全世界都看到他的机会。他抬起头看向墙上的日历，2008年8月8日，距离那个震撼世界的日子还有不到20天。沈右楚，工厂这边交给你，全力生产这种工程机。我要在8月8号之前凑齐100台。大胖，去联系海城所有的户外大屏广告商，我要包下8月8号那晚所有的黄金时段。我们要干什么？沈右楚问。林凡走到窗前，看着远处正在为了奥运会而灯火通明的城市。我们要在这个国家最骄傲的时刻，点燃一把属于科技的火炬。2008年8月8日，这一天，全中国的空气里都弥漫着一种名为自豪的因子。北京鸟巢，烟花即将点亮夜空，海城街道空无一人，所有人都守在电视机前，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而在红星建材厂的作战指挥室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几十块监控屏幕挂满了墙壁，上面显示的不是奥运直播，而是灵犀后台的实时数据流。为了今晚，林凡把500台 PS3 的算力全部超频到了极限，并且租用了阿里云，所有的闲置带宽。凡哥，流量上来了。周大胖盯着屏幕，声音发颤。现在是晚上7点，距离开幕式还有1个小时，在线用户已经突破了1200万。1200万，在这个中国网民总数只有2亿多的年代，这意味着每20个网民里就有一个正在使用灵犀。稳住！林凡手里拿着一瓶冰水贴在滚烫的脸颊上，好戏还没开始。今晚林凡没有选择硬碰硬的去抢视频直播权，那是不可能的。央视独家，他选择了一条第2屏的策略。他在灵犀里上线了一个新功能——全民火炬手，用户只要摇动手机就能点亮屏幕上的一支虚拟火炬。根据 GPS 定位，这些火炬会在一张中国地图上汇聚，最终形成一条通往北京的数字火龙。这在2024年是烂大街的玩法，但在2008年，这是降维打击级别的互动体验。7点50分，电视里倒计时开始预热。企鹅那边动手了没？林凡问。负责监控竞品的技术员喊道：“动手了，企鹅刚刚全弹窗推送了点亮图标活动，跟我们一模一样，而且他们又屏蔽了我们在聊天群里的分享链接。”林凡冷笑一声，就知道他们会来这招。AI 启动特洛伊木马币计划。之前植入在数百万用户电脑里的聊天缘分加速器驱动再次被激活，这一次他没有劫持流量，而是悄悄地在后台修改了浏览器的 User Agent。当企鹅的用户点击聊天窗时，浏览器会莫名其妙地跳转到一个名为灵犀奥运加油站的页面。王老五估计现在在砸电脑吧？周大胖幸灾乐祸地笑。8点00分，鸟巢上空，巨大的脚印烟花一步步走向会场，全中国沸腾了。就是现在，推送。摇一摇，同一时间，1500万灵犀用户的手机同时震动，屏幕上弹出一行金色的字。这一刻，让我们一起点亮中国，摇动手机，传递圣火。千家万户，无数年轻人、学生、白领，甚至是大叔大妈，都下意识地拿起了手机，跟着电视里的节奏，疯狂地摇动起来。哗啦啦，指挥室的大屏幕上，那张暗淡的中国地图瞬间被无数个金色的小点点亮。从漠河到曾母暗沙，从上海到喀什，金色的光点汇聚成海，最终涌向北京。与此同时，后台服务器的负载曲线瞬间拉成了一条笔直的竖线。警告：并发连接数突破500万。警告 ：PS3 集群温度过高，核心温度85度。警告：带宽占用率99%。周大胖急得大吼，红色的警报声在指挥室里此起彼伏，像是一首死亡交响曲。不行了，凡哥，扛不住了，服务器要熔断了，太多人了，每秒钟几千万次摇动请求。如果是普通的服务器，此刻早就瘫痪了，但这里有 AI 接管负载均衡。林凡吼道：“放弃非核心数据回传，只保留点亮信号。
把所有算力都用在维持连接上。正在执行动态降级，已屏蔽图片加载，已屏蔽非好友消息，正在调用本地缓存。PS3 集群的风扇声已经变成了尖啸，仿佛随时会炸裂。林凡冲进机房，那里的热浪扑面而来，甚至能闻到焦糊味。冰块，把冰块搬过来！林凡对着工人们喊，工人们抬着几十箱原本用来给海鲜保鲜的巨大冰块，冲进机房，直接堆在了那些发烫的机器旁边，甚至有几个大风扇直接对着冰块吹，制造出带有水雾的冷风。这是一种极其原始粗暴的暴力散热，但在这一刻，它管用。温度曲线在89度的红线上死死卡住，没有再往上涨。8点08分，李宁在鸟巢上空奔跑，点燃了主火炬塔。与此同时，灵犀的地图上那条数字火龙也最终点亮了鸟巢的图标。屏幕上弹出一行字：“你是第13452101位，点亮中国的火炬手，灵犀与你同在。”服务器没崩，撑住了。指挥室里所有人都虚脱地瘫坐在地上，紧接着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把键盘扔上了天。林凡靠在墙上，浑身湿透，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他看着屏幕上那个最终定格的数字，日活用户1800万，峰值并发600万。这一战，灵犀彻底封神。从明天开始，这只从红星建材厂飞出的蝴蝶将彻底煽起移动互联网的风暴。企鹅再想封杀也封不住了，因为灵犀已经成了国民级的应用。林凡擦了擦脸上的汗，转身走出了喧闹的指挥室。他顺着生锈的铁梯爬上了工厂的屋顶，外面海城的夜空也被零星的烟花点亮。虽然比不上北京的盛大，但也足够璀璨。一道白色的身影正站在天台上，夜风吹动他的长裙，是沈右楚。他手里拿着2罐啤酒，听到脚步声，转过头，脸上带着恬静的笑容。恭喜你，林总，你的数字火炬成功了。沈右楚把1罐啤酒递给他，林凡接过啤酒，打开喝了一大口，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流下，带走了所有的燥热和疲惫。不是我的火炬。林凡走到他身边，看着远处的万家灯火。是我们的。两人并肩站着，看着夜空。这一刻不需要太多的语言，经历了生死的考验，经历了破产的危机，经历了今晚的惊心动魄，两颗心已经紧紧地贴在了一起。林凡，沈右楚突然开口，你之前说要用科技改变世界。沈右楚转过头看着他的侧脸，那你改变了我的世界吗？林凡愣了一下，他转过头看着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睛，在前世这双眼睛里装满了泪水和绝望，而现在里面倒映着漫天的烟花和他的影子。林凡放下啤酒，伸出手轻轻握住了沈右楚的手，这一次他没有躲闪，而是反手扣住了他的手指。林凡轻声说道，我不知道有没有改变世界，但我知道我的世界因为你才完整。砰！一朵巨大的金色烟花在头顶炸开，照亮了两人紧紧相牵的手。在这个举国欢腾的夜晚，在2008年的盛夏，林凡不仅赢得了时代，也赢回了那个让他魂牵梦绕了2辈子的女孩。但林凡知道这还不是终点，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 AI 发来的消息。流量监测报告，今晚的数据洪流中检测到一股异常的扫描信号，来源 IP 指向美国加州山景城 Google 总部。安卓之父安东尼注意到了我们。林凡看着那条消息，嘴角的笑意更浓了。他握紧了沈右楚的手，目光穿过烟花望向大洋彼岸。他轻声说道：“来吧，好戏才刚刚开场。”2008年8月12日，奥运热潮正酣，但在海城红星建材厂的那间临时会议室里，空气冷得几乎要凝固，没有空调，只有角落里堆放的冰块散发着白雾。长条桌的一端坐着3个穿着 polo 衫、背着双肩包的外国人，为首的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眼神锐利如鹰，手指正有节奏地敲击着桌面。安东尼，安卓之父。此时的他还不是那个被谷歌扫地出门的失忆者，而是手握Android大权，即将改变世界的硅谷狂人。坐在他对面的是林凡，手里拿着那个简陋的缠着胶带的起点望工程机，神情慵懒的像是在和邻居大爷下棋。林先生，安东尼用蹩脚的中文开了场，随即换回了流利的英语，语速极快。我们监测到您的应用 Solink 灵犀在一夜之间调用了数以亿计的底层硬件接口，而这些接口的逻辑非常像我们尚未发布的 Android 1.0。我有理由怀疑您窃取了谷歌的机密代码。旁边的翻译正要开口，林凡摆了摆手，用一口纯正的加州口音英语回道：“安东尼先生，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代码就在这里，您可以随时查验。如果有一行代码和您的 Android 重复，我把这台原型机吞下去。”安东尼愣了一下，他没想过这个中国少年的英语这么好，而且气场如此强硬。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安东尼指着林凡手里的工程机。我们在实验室里用了最顶级的 HTC 硬件，才勉强跑通了触摸屏的驱动，而你用这堆电子垃圾，竟然跑出了60帧的流畅度。林凡笑了，他把工程机推到安东尼面前。试试。安东尼迟疑了一下，伸出手指。此时的工程机虽然外观丑陋，但屏幕是亮的，滑动解锁。安东尼下意识地用拇指一滑，嗖，那个极其丝滑的解锁动画，伴随着清脆的咔嗒声，图标如水流般散开。安东尼的瞳孔剧烈收缩，这种阻尼感，这种跟手度，这根本不是2008年的电阻屏能做到的，甚至连乔布斯的 iPhone 3G 都没有这么流畅。他点开灵犀，语音输入：“你好，谷歌。”仅仅0.5秒，屏幕上精准地识别出了文字，并且自动弹出了一张谷歌总部的地图。安东尼身边的技术主管惊呼：“不可能！这台手机的 CPU 是2年前的 ARM11，主频只有400，还没扩资，根本跑不动这种级别的语音识别。你的延迟去哪儿了？”在云端，这台手机只是一个显示器，真正的大脑在我的服务器里。林凡指了指天花板 Cloud OS。安东尼眯起了眼睛，眼神中原本的轻视瞬间变成了警惕，甚至是恐惧。他在硅谷的咖啡馆里听人聊过这个概念，但所有人都认为那是10年后的技术。在这个3G 网络都还没普及的年代搞云手机，简直是疯子。林，开个价吧。安东尼深吸一口气，恢复了商人的冷静。谷歌愿意收购你的团队和技术，1000万美金，加上谷歌总部的 L5 级工程师 offer。1000万美金换算成人民币，在那时接近7000万。旁边的周大胖听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拼命在桌子底下踢林凡的脚。林凡却摇了摇头，拿起那罐还没喝完的可乐，喝了一口。安东尼先生，您误会了，我不是来找工作的，
也不是来卖身的。那你想干什么？林凡从包里掏出一份文件，那是 AI 整理好的交叉授权协议。我要 Android 在中国的底层 root 权限。林凡语出惊人，以及谷歌搜索退出中国市场后。Android 默认搜索引擎的替代权。What？ 安东尼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林凡。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谷歌退出中国，这不可能。2008年的谷歌正如日中天，怎么可能退出？林凡笑而不语，他知道历史的走向，但他不能说。林凡指了指工程机，这只是一份对赌协议。如果2年内谷歌还在，这协议作废；如果不在了，我要这块市场。作为交换，我会把这套云端触控优化算法授权给 Android， 帮你们在流畅度上追平 iOS。安东尼沉默了，他是个技术狂人，他太知道这套算法的价值了。现在的 Android 1.0卡顿的像 PPT， 如果是为了这个，10分钟后安东尼签了字。虽然他觉得谷歌退出是个笑话，但白拿一套算法的诱惑太大。林，你是个赌徒。安东尼收起笔，深深地看了林凡一眼。我们在硅谷等你，希望你不要破产的太快。送走谷歌团队后，周大胖瘫坐在椅子上。凡哥，你真觉得谷歌会走？会。林凡看着窗外，眼神幽深，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谁也挡不住。而他刚刚为自己的起点 OS 拿到了一张通往未来的传票。就在这时，沈右楚推门进来，他手里拿着一个托盘，上面盖着红布。成了。林凡眼睛一亮，沈右楚点了点头，掀开红布，托盘上静静地躺着一块黑色的如玉般温润的玻璃面板，以及一个极其轻薄、泛着冷冽金属光泽的机身中框。按照你给的配方，我们在红星厂的窑炉里烧了7天7夜。沈右楚的声音里透着疲惫，但更多的是兴奋。这块玻璃的末世硬度达到了6.5，透光率98%，而且我们解决了钛合金天线的信号屏蔽问题。林凡拿起那个机身，冰凉、沉重、完美，这就是起点 One 的最终形态。有了它，林凡将机身举过头顶，对着灯光。我们就不再是那个只会写代码的小作坊了，我们是硬件厂商。但是量产良品率只有10%，而且赵昌河那边又开始搞动作了。沈右楚犹豫了一下，提到赵昌河，林凡的眼神冷了下来。这只苍蝇蹦跶得太久了。他干了什么？他举报了红星厂环保不达标，联合工商局要把我们的生产线封了。沈右楚咬着牙，而且他买通了我们的原材料供应商，断了我们的钛合金供货。环保断供。林凡冷笑一声，如果是重生第一天，他或许会怕，但现在他手握1800万日活用户，手握谷歌的合作协议，手握未来的技术，捏死一个赵昌河比捏死一只蚂蚁还简单。 AI。 林凡轻声唤道，手机屏幕亮起。在赵昌河的死亡档案已更新至100，包含其2005年行贿记录、偷税账本复印件以及城南烂尾楼的工程质量检测报告。全网推送。林凡下达了处决令，发给纪委，发给报社，发给灵犀的每一个海城用户。当晚8点，海城的天空依然平静，但海城的互联网上炸开了一颗核弹，数百万海城人的手机上同时收到了一条灵犀看点的推送，独家申报海城首富赵昌河的发家黑幕，烂尾楼里埋着多少血汗。文章里详实的证据链、高清的账本照片，甚至还有赵昌河酒桌上吹嘘行贿的录音。修复增强版如铁证般确凿，舆论瞬间引爆，愤怒的市民包围了昌河地产。第二天清晨，几辆警车鸣着笛停在了赵昌河的别墅门口。当赵昌河被戴上手铐带走时，他正好看到电视里正在播放的新闻，画面上林凡站在红星厂的门口，对着镜头微笑。我们将收购昌河地产旗下的所有闲置厂房，将其改造成起点科技园，工人们可以回家上班了。赵昌河双腿一软，瘫倒在地，他到死都没明白自己到底惹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1个月后，2008年9月，起点 One 正式进入量产爬坡期。红星厂的烟囱不再冒黑烟，取而代之的是无尘车间里通宵达旦的灯光。林凡站在车间的2楼走廊，看着流水线上那一台台逐渐成型的手机。凡哥，首批备货只有5万台，现在外面都说我们是 PPT 手机，说我们是骗子。5万台够卖吗？周大胖拿着报表有些担忧。林凡笑了笑，5万台恐怕5秒钟都撑不住。对了，发布会的场地定了吗？定了，就在北京798艺术区最大的那个罐子。周大胖兴奋地搓手。好。林凡转身看向身后的沈右楚，他正穿着白大褂，专注地检查着每一台下线的手机，一丝不苟。沈右楚，发布会那天你也上台吧？沈右楚愣了一下，抬起头。我上去干什么？我不懂商业。你不懂商业，但你懂他。林凡指了指手机，你是他的母亲，硬件总工，而且……林凡走过去，帮他理了理耳边的碎发。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站在我身边的女人是谁？沈右楚的脸红了，像车间里指示灯的红光一样动人。他没有拒绝，只是轻轻的点了点头。窗外秋风起，属于2008年的夏天就要过去了，但属于起点的时代才刚刚开始。2008年10月1日，国庆节，北京798艺术区 D Park 中央大馆，这个平日里充斥着前卫艺术和涂鸦的地方，今天被一种肃穆而狂热的气氛笼罩。巨大的黑色海报覆盖了整个外墙，海报上只有一个白色的光点和一行极简的字 Hello Future， 你好，未来 Singularity One。2008年10月1日，没有明星代言，没有喧闹的歌舞，但现场却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极客以及灵犀的铁杆粉丝。就连国家的财经频道也架起了摄像机。后台化妆间，周大胖紧张的一直在抖腿，领带歪了3次。范哥，外面人太多了，而且我刚看到诺基亚的大中华区总裁也来了，坐在第1排，脸黑得像锅底。林凡站在镜子前，穿着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和一条深色牛仔裤，这是对乔布斯的致敬，也是一种无声的宣战。他看起来很平静，仿佛外面那几千人的喧嚣与他无关。沈右楚呢？林凡问。在侧台调试演示机，他说如果不亲自确认一遍，他不放心。走吧。
去给这个世界一点小小的中国震撼。林凡笑了笑，整理了一下衣领，灯光骤灭，全场瞬间安静，只有无数双眼睛在黑暗中闪烁。巨大的 LED 屏幕上出现了一个蓝色的光点，那个光点开始跳动分裂、旋转，最终化作了一个柔和的女声。你好，我是 AI。全场哗然，这不是录音，这是实时生成的 AI 语音。紧接着一束聚光灯打在舞台中央，林凡从黑暗中走出，没有废话，没有客套。我们为什么要回到过去？林凡开口了，声音通过顶级的音响设备传遍全场。因为我们对现在不满，我们不满键盘占据了屏幕的一半，我们不满手机只能用来打电话和发短信，我们不满只能看着大洋彼岸的公司定义我们的未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台黑色的温润如玉的手机，屏幕亮起，那个极具辨识度的滑动解锁界面出现在大屏幕上。今天我们重新发明手机。接下来的1个小时是属于林凡的个人秀，也是一场屠杀。当他演示多点触控，双指放大一张高清照片时，全场惊呼；当他演示应用商店 App Store 一键下载林凡提前找人移植的植物大战僵尸时，极客们疯了；当他演示 AI 语音助手，直接对着手机说给沈右楚发短信说我想吃火锅，而手机自动完成操作时，诺基亚总裁的脸彻底白了，甚至想起生理场。这就是降维打击。在 Symbian 还在因为签名证书搞得用户焦头烂额的时候，起点1已经把智能喂到了用户嘴边。林凡停顿了一下，目光温柔地看向侧台。最后，我想请出这款手机的硬件总设计师，也是起点科技的联合创始人沈右楚小姐。沈右楚穿着那件白色的连衣裙，在追光灯下走上舞台。她有些紧张，但当她站在林凡身边时，那种从容和坚定又回到了她身上。这块屏幕，这块电池，这个机身，林凡握着她的手，都是他带着红星厂的工人们一个个日夜熬出来的。科技不是冰冷的，科技是有温度的，而这个温度来源于爱。全场掌声雷动，闪光灯疯狂闪烁，定格了这一对逼人的身影。那是2008年科技圈最美的一张照片。价格多少钱？台下的观众已经按捺不住了。林凡转过身，大屏幕上跳出了数字，不是大家猜测的5999，也不是4999，1999元。寂静，死一般的寂静。3秒钟后，爆发出了掀翻屋顶的尖叫声。牛逼！买！起点牛逼！在这个诺基亚 N95 卖5000块的年代，1999元简直就是做慈善。当然，林凡不亏，靠着灵犀的广告收入，靠着未来的应用商店抽成，他可以把硬件利润压到极致，直接用价格战烧死所有对手。现在开售。林凡打了个响指，大屏幕后的倒计时开始跳动，5、4、3、2、1，已售罄，仅0.1秒，首批5万台。秒空后台的周大胖看着服务器数据，哭得像个200斤的孩子。没了，全没了，服务器差点又崩了。而在台下，诺基亚总裁面色铁青地拨通了总部的电话。我们在中国的市场完了。发布会结束后，林凡和沈右楚躲开了疯狂的媒体，来到了798的一处天台。北京的秋夜凉爽宜人。结束了。沈右楚看着手里的起点1，感觉像是在做梦。林凡搂着他的肩膀，不。才刚刚开始，接下来我们要铺设4G 基站，要投资光刻机，要搞芯片设计，事情多着呢，还要结婚。林凡突然补充了一句，沈右楚愣了一下，转头看着他。你说什么？林凡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戒指，那不是钻石戒指，而是一个用报废的钛合金边角料车出来的一个指环，指环内侧刻着一行微小的代码 While True Love Shine You True， 死循环，永远爱沈右楚。林凡单膝跪地，眼神真挚。钻石是碳，不值钱；钛合金是航天材料，永不生锈。沈右楚，愿意陪我继续疯下去吗？直到时间的尽头。沈右楚看着那个独特的戒指，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他伸出手，声音哽咽：“我愿意，大笨蛋。”林凡把戒指戴在他的无名指上，在那一刻，他听到了口袋里那台未来手机的震动。AI 发来了最后一条来自于2024年的消息：宿主检测到时间线发生剧烈变动，原本的悲剧未来已被彻底覆盖，您已创建新的时间分支，起点宇宙。我的离线使命已完成，正在接入这个时代的云端，正在进化。再见，林凡。你好，世界。10年后，2018年海城起点大厦袁弘兴建材厂旧址，这座高达600米的摩天大楼已经成为了全球科技的圣地。顶层的落地窗前，35岁的林凡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俯瞰着这座城市。现在的起点科技市值突破了2万亿美元，超越了苹果和微软，成为了全球第1大科技巨头。它的业务涵盖了手机、自动驾驶，甚至商业航天。办公室的门开了，一个看着5、6岁的小女孩跑了进来，扑进林凡怀里。爸爸妈妈说今晚回家吃饭，她做好了红烧肉。林凡笑着抱起女儿。好，我们回家。爸爸，你看这个。女儿举起手里最新的全透明手机。AI 阿姨刚才给我讲故事，她说以前的手机还有键盘，是真的吗？是真的。林凡刮了刮女儿的鼻子。那时候的手机很笨，网络很慢，但是那时候的人跑得很快。为什么跑得快？因为他们要去追赶未来。林凡抱着女儿看向窗外，巨大的全息投影广告牌上正播放着起点科技10周年的宣传片。画面中那个年轻的林凡站在舞台上，手里举着第1代起点1，眼神如炬。那一年的风吹到了现在，所有的遗憾都已填平，所有的梦想都已开花。林凡笑，他对着虚空轻轻说了一句 ：“AI， 这10年谢了。”空气中传来一个温柔而无处不在的声音，那是已经进化为强人工智能的 AI。为您服务，我的创造者。下一个10年，我们去哪里？林凡看向星空，去星辰大海。